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下达的军令居然出现了已读不回的冷遇。更有消息称，解放军第82集团军在深夜出现异动，重装坦克车辆疑似驶向中南海，把领导人大院团团包围。中央军委7人领导班子据说只剩主席习近平和一位副主席2人在正常上班，其余不是落马就是被冷处理。整个军委大楼空空荡荡，气氛诡谲，仿佛政变前夜的寂静。难道一场兵变即将在北京上演吗？事情要从2026年1月下旬说起，我们不妨按时间顺序回顾这场风波的发展，脉络如下。1月19日，北京京西宾馆内正在举行中共20届3中全会研讨班开幕式，习近平在台上发表讲话，台下包括张又侠在内的高官们列席。据现场媒体捕捉到的画面，张又侠全程神情严肃，目不转睛地盯着台上的习近平，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然而到了第2天的研讨班结业式上，张又侠却突然没有露面，引起关注。有人开始窃窃私语，张副主席去哪儿了？1月23日，互联网上突然冒出惊人传闻，张又侠被抓了，同时还提到刘振立也出事。这消息最早来自一些海外中文自媒体的爆料，随即在推特 X 平台上疯传，甚至前美国国安顾问福林将军都转发评论说，中国境内似乎正在发生政变，让世界为之一振。中共官方此时保持缄默，但北京城里谣言四起，有人说中南海枪声大作，有人说首都机场关闭，军车满街穿梭等等。随着传言发酵，国际金融市场都开始受到影响，香港中资板块那2天明显下跌，显示资金在观望风险。1月24日，就在种种猜测达到顶点时，中国国防部傍晚突然发布一则简短公告，证实张又侠、刘振立正在接受调查。公告称这是全面从严治军、肃清流毒的一环，但没有透露具体细节。虽然公告语气克制，但敏锐的人都看出问题相当严重。一次拿下2名现役中央军委委员，而且其中一个还是军委副主席。消息传出后，许多外媒立即推送快讯，全球舆论为之哗然。中共军方高层紧接着出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场面。在张又侠和刘振立被宣布调查后，中央军委办公厅陆续向各战区、各集团军下发文件，要求全军上下对此坚决拥护，与习主席保持一致。按理说，这种指令一下，各单位很快就会组织传达表态。然而离奇的是，多个部队对军委的通知采取了按兵不动的态度，不转发通报，不发表声明，甚至连口头表态都没有。据统计，当时只有东部战区和西部战区的官方账号勉强转载了张又侠被查的新闻，但也是照搬原稿，没有附加任何评论。而北部战区、南部战区、中部战区以及火箭军等单位的官媒账号则干脆对此事只字不提。要知道，在中共军队这套等级森严的体制下，上级要求表态，下级拒不响应是极其罕见的。如今这种齐刷刷的集体沉默，无异于一次无声的抗议。消息传到中南海，习近平等高层据说是震怒又震惊，因为在他们看来，这简直是建政以来军队最大规模的抵制行为。一名中共党校教授在私下场合惊叹，党指挥枪这块招牌若是倒了，共产党的江山也就危矣。有接近军方的知情人士形容当时的状况是，现在高层下达的军令仿佛传导渠道彻底瘫痪，命令发下来如石沉大海。这等于说，习近平的号令出了中南海就失灵了。在高度集权的共产党军队里，发生这种事是难以想象的。甚至有匿名爆料者说，命令下达了，没人当回事。这话听起来惊悚，但正真切地反映出当时军中弥漫的抵触情绪。有人警告，如果军令不再被视为必须执行，那战争动员就失去基础，没人会再替你卖命了。我们不禁要问，解放军为何敢如此对待习近平的命令？要弄清这点，得先看看事件中心的人物张又侠上将。张又侠何许人也？军中可谓大名鼎鼎。首先，他是开国上将张宗逊之子，根正苗红的红二代，从小在军队大院长大，天生自带一股军方权威。其次，他本身也是身经百战。据说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中，
他曾亲临前线指挥作战，身负轻伤依然不下火线，立下战功。解放军高层中具有真实战场经历的将领并不多，张幼霞算是一位，因此颇受很多中青年军官的敬重。更重要的是，他和习近平家族渊源颇深。张幼霞的父亲与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是老战友，两家在延安时期就有交情，所以习近平对这位长辈兼盟友一直非常信任。2012年习近平执政后，掀起军中打虎风暴，大批将领如郭伯雄、徐才厚等相继落马，军队震动不已。当时张幼霞作为新任军委委员，公开站出来力挺习近平，整顿军队，凭借他在军中的资历和威望，稳住了一批人心。可以说，习近平巩固对军队的控制，张幼霞立下了汗马功劳。2017年中共19大，习近平更是破格让已经66岁的张幼霞出任军委副主席，让他继续掌管军队要务。由此可见，张幼霞在习心中的地位之重。按理说，像习近平和张幼霞这样的红二代领袖与将领，本应目标一致，互相扶持。然而现实是残酷的，随着习近平权欲渐渐膨胀，他不再容忍任何可能的挑战者，连昔日与他共患难的功臣旧部也不能幸免。习、张二人最终走向决裂。2024年底的一次中央研讨班上，就有人捕捉到张幼霞盯着习近平讲话的眼神阴沉似铁，仿佛猛虎伺机而逝。外界分析，张幼霞对习近平近年来独断专行、排斥异己的作风早已不满，只是基于党性一直隐忍。习近平这边则疑心张幼霞手握重兵，军中资历太深，迟早会成为威胁，早就想敲打甚至除掉他。双方积怨已久，只待一个引爆点。这个引爆点终于在2026年年初出现。当时中共火箭军爆出严重贪腐丑闻，多名高官被查处，有传言说牵扯到了张幼霞家族的利益，把习近平惊动了。习近平下定决心，对这位老战友痛下狠手。于是1月下旬，上演了这出惊心动魄的军中反腐大戏。习近平突然挥刀拿下张幼霞，刘振立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的名义对二人进行调查。可是军内上下并不买账，许多人心知肚明，这更像政治清洗。一位军中人士直言，张幼霞在军队有功有威望，现在被整治，这不是反腐，是卸磨杀驴。俗话说，鸟尽弓藏，兔死狗烹。许多将领担心，连红二代出身、对习忠心耿耿的张幼霞都保不住，我们谁还是安全的？于是人人自危，迅速在军中蔓延。事实上，习近平执政10年来，军中高层已历经几轮大洗牌。早年他打掉了郭伯雄、徐才厚那样的前朝大老虎，又逐步提拔自己亲信。但是最近2年，他把刀转向了自己人。2023年，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上将离奇失踪，后被证实调查落马。2025年，中共军委另一名副主席何卫东上将也悄然去职，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上将被免职处理。再加上如今张幼霞、刘振立被查，2022年中共20大产生的7人中央军委班子已有5人相继倒下。截至张刘出事时，整个军委领导层只剩下习近平和军纪委书记张生民2个人留在位上。这种程度的高层人事震荡，在中共历史上闻所未闻。许多老军头不禁感慨，军委领导班子2年倒了5个，破纪录啊！这样激烈的清洗，简直是自毁长城，把整个解放军高层的指挥链都砍断了一大半。高层巨变带来的后果，就是军心的剧烈动荡。不少现役将领私下议论，对习近平的信任大打折扣。一位退役老将感叹，如今解放军真是人人自危。更有人评价，此次拿下张幼霞、刘振立，在军内被普遍视为政治清洗，严重冲击了官兵对最高层决策的信任基础。长期以来，军队里形成了一种默契，领导人退下后通常会保全功臣颜面，大家体面退休，各得其所。但习近平打破了这套规则，连对他立过汗马功劳的张幼霞都毫不留情，这让许多军官心寒。不少人开始盘算，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先发制人。军中上下弥漫着一种与虎谋皮，不如斩虎求生的氛围。更值得注意的是，
习近平在党内的威信也大受打击。就在张又侠事件发生前不久，坊间传出一封匿名联名信在中共高层流传，要求习近平主动引咎辞职。传闻中，前国防部长曹纲川等几位退休上将也对习当局怨声载道，他们批评习近平破坏党内集体领导传统，搞一言堂和夫妻店，暗指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把持朝政，导致官心军心涣散。这些老干部对前总理李克强的猝死和前国家主席胡锦涛在20大上被当众架离的事件尤为愤慨，认为习近平心狠手辣，毫无民主作风。这些老干部对前总理李克强的猝死和前国家主席胡锦涛在20大上被当众架离的事件尤为愤慨，认为习近平心狠手辣，毫无民主作风。可以想见，在张又侠出事时，不少党政军的老同志内心其实是拍手称快的，终于有人敢对习近平说不了。综上所述，习近平这几年的铁腕整肃，其实已经把党内军内各方势力都逼到了临界点。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军队和党内元老本是承载红色政权之水，如今却被习近平搅得波涛汹涌，有掀翻巨舟之势。长期以来，中共强调党指挥枪的原则，军队对党魁绝对效忠。然而眼下种种迹象显示，中共建政70多年来最不可思议的一幕正在酝酿，枪杆子可能不再听党的号令。如果真是如此，那将是颠覆性的体制地震。现在我们再把目光转向传闻中动作最大的那支部队第82集团军。前面提到，这支部队前身是赫赫有名的原陆军第38军，有万岁军之称，历来是拱卫京畿、保卫中央的王牌部队。如今改编为第82集团军，实力更胜从前，装备了 99A 主战坦克、4A 步兵战车、防空导弹等现代化武器，号称全天候战略值班军。而这次兵变传闻的主角恰恰点明了第82军。需要强调的是，82军与张又侠、刘振立渊源极深。刘振立上将早年就是在原38军一路晋升，曾任第82集团军军长，是这支部队的老首长。他的很多部属至今在82军担任要职，和他情同骨肉。张又侠身为中央军委副主席，按理说对各战区都有指挥协调权，但最信任的莫过于自己人马。38军系统出身的将领不少与张家交好，因此如果真有军中力量要拥兵自重挑战习近平，82军无疑是最理想的一张王牌。接下来我们具体看看这场北京兵变传闻的图景。据零星消息汇总显示，1月22日至24日期间，北京周边多支解放军部队有大规模异常调动。北部战区的第79集团军据称开赴关内，驻山东的第80集团军紧急北上增援，中部战区的第81、第82、第83集团军也纷纷进入战备状态。其中，第82集团军的一支重装甲旅在凌晨时分抵达北京附近，完成了对首都核心区的风控部署。传言描述，当夜长安街沿线布满了解放军车辆和荷枪实弹的士兵，从西单、复兴门一直到建国门，数辆 99A 式坦克列阵在主要路口，炮口高高抬起，处于高度戒备状态。82军的步兵战车则棋盘状散布在街道边缘，每辆战车的机炮都已拆除保险套，红外夜视仪闪着幽光，显然进入实战模式。更惊人的是，部队还出动装甲车和路障，封锁了通往中南海的所有侧面街巷，相府右街、文津街、临近胡同等都被横车堵死，竖起一排排水泥巨马和钢制路障。短短数小时内，北京中南海周边形成了一个铜墙铁壁的装甲警戒圈。据说82军的指挥官们深谙中南海的地形弱点，于是部署了3层包围圈。第一层贴着中南海红墙，由约1000名特战队员潜伏在对面建筑的高层，架设了反坦克导弹和高精度狙击步枪，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红墙之内。第二层以长安街为中心，在中南海南侧及天安门广场一带，82军的机械化步兵构筑了临时工事，每隔100米设置一个机枪火力点，阻止一切无关人员靠近。第三层在北京2环路沿线的制高点部署了红旗、17防空导弹发射车、
雷达天线不断旋转，防备中南海方面可能调用直升机空中逃逸或突围。与此同时，电子战力量也登场了。长安街上出现了一种不明型号的电子干扰车，顶部林立着各式天线，一启动，整个中南海周边的民用无线通讯信号全部中断，手机没信号，对讲机失灵，甚至连无人机都无法起飞。此举的目的很明确，切断习近平一方对外联络，同时防止对方利用无人机等高科技手段突围。最后，传闻中还有一个戏剧性的细节，长安街上回荡着军用广播车的声音，一遍遍播放着一份署名刘振立将军的告全军将士及全国同胞书。内容大意是，高层出了叛徒陷害忠良，希望广大官兵保持克制，千万不要替独裁者火中取栗。广播声在深夜空荡的长街上回荡，听来格外凄冷，整个场景让人恍若置身电影桥段，兵临城下般的紧张氛围笼罩着北京政治中心。那么，这场传言中的包围中南海是否真的发生了？目前看来，至少在公开场合并没有发生武力冲突，中南海内没有传出枪声。白天，北京市面一片平静。如果确有兵变，那结果可能是不了了之，至少表面如此。然而暗中很可能已经进行了一场高风险的角力与妥协。有观察家推测，双方当时进行过一轮紧急博弈。一种说法是，习近平意识到对方来势汹汹，如果强硬到底，不仅自身难保，甚至可能引发流血政变，于是他被迫做出让步，比如私下承诺对张又侠、刘振立等从宽处理，不扩大清洗范围，以换取部队停止行动。另一种说法则认为，以张又侠为代表的军方不满派暂时按兵不动，并非没能力夺权，而是不愿在春节前夕大动干戈，也考虑到一旦开打将造成巨大混乱，于是决定先收兵观望，静待时机。无论如何，当2月初农历新年到来时，北京表面恢复了平静。习近平在春节团拜会上公开露面讲话，看起来安然无恙。有传闻称，风波最紧张时，习近平一度撤离中南海，到西山指挥所办公，直到局势缓和才返回。似乎中共高层暂时维持住了局面，但我们注意到，这场危机远远没有真正化解，只是从明处转入了暗处。有军事专家就此研判了几种未来可能的走势。第一种，习近平彻底压服军队。这种情况下，习近平会继续强力清洗军中异己，提拔对他个人绝对忠诚的中青年将领，补上空缺。他可能进一步强化中央警卫局和武警等掌握在自己亲信手中的力量，用来监视和制衡野战军，同时对全军加强政治思想管控，要求官兵更加紧密地拥护核心。短期看，这或许能让他重新掌控局面。然而弊端在于，经过这番折腾后，军队的传统纪律和团结早已受损，许多有才能的将领不是被拿下就是心灰意冷，军队的战斗力和凝聚力恐怕难免下降。而习近平一人独断，也缺乏来自同僚的制衡和谏言，决策可能更加偏听偏信。如果他再做出什么错误判断，军中日后仍可能再度酿成反弹，只是那时也许会以更隐蔽的形式表现出来。第二种，军方逼宫成功，习近平被迫下台。如果军中反对势力联合党内其他不满派系共同发力，把习近平逼离权位，那中国政局将发生巨震。可能的剧本是，习近平被宣布因健康原因辞职退居二线，由临时组建的领导机构接管权力。随后，中共内部进行某种军队国家化的尝试，让军队效忠国家和人民，而非某个党魁。张又侠等将领未必亲自执政，但他们或将拥护另一位党内重量级人物出面主持大局，军队则以维护国家稳定为名掌控全局。这种结局对中国未来走向或许有正面意义，集权统治被打破，权力出现一定程度的重新分配和制衡，但过程中充满危险。习近平如果负隅顽抗，可能引发部分军警部队短暂冲突，新政权能否快速稳定局面，推进改革也是一大问号。因此，这一走向虽令人憧憬，却伴随极高风险。第三种，双方暂时妥协，维持脆弱平衡。这或许正是目前看似平静的真相。习近平暂缓了对军队进一步的整肃行动，
军队高层也按下了公开对抗的暂停键，大家各退一步，保持表面上的风平浪静。张幼霞等人可能被低调处置，不至于遭重判，比如以贪腐罪名判处较轻刑罚，甚或以健康理由提前退休了事。而习近平这边则对军方停止秋后算账，以观后效。军队内部恢复了息事宁人的传统姿态，不再传出违抗命令的异常举动，但这种平衡极为脆弱，双方互不信任的阴影始终存在。习近平会担心军方日后还有异心，军中将领则担心习近平只是暂避锋芒，日后仍会各个击破。一旦再出现某个导火索，比如外部危机或国内重大变故，都可能打破平衡，让矛盾重新爆发。那么目前看来哪种趋势更有可能呢？很多分析倾向于第三种，即暂时维持表面平静，但暗流涌动。毕竟军心不像开关那样说和就和。习近平经此一下，不得不收敛锋芒，但要他彻底放弃权力绝不可能。而将领们此刻也不敢轻启干戈，但内心的疙瘩已经无法完全消除。对习近平而言，即便暂时稳住了台面，其统帅威望已遭重挫。他过去被塑造成伟大的统帅，带领强军实现民族复兴，如今军中却有人私下称他包子，这样带贬义的外号，这对极其在意个人形象的习近平是莫大的讽刺。失去军队真心拥护，他今后再下达什么决策，底下人都会存疑，执行起来也不再坚决。也许短期内他不敢轻易对外挑起战端，因为内患犹在，而长期看，他越是用强硬高压维持，军中离心力恐怕越强。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兵变这两字虽然没有成为现实，但摆在那里已让整个体制的神话被打破。习近平过去10年苦心打造的绝对权威形象彻底受损，对他的支持者而言，他虽然清除了心腹之患，但也变成了一个孤家寡人。军委高层只剩他和极少数亲信苦苦支撑，许多决策只能听信身边有限的信息来源，反而容易出现误判。有评论形容习近平如今成了军队毁灭者，说他亲手摧毁了共军过去形成的稳定结构，同时他也是总加速师，加速推动中共体制走向危机与衰亡。这些绰号虽是戏谑，却也从侧面体现出习近平执政正走到一个危险的十字路口。回顾整个事件，不难发现，这其实是中共集权体制内部矛盾激化的一次爆发。当年毛泽东说过，与人斗其乐无穷，习近平大概深谙此道，在斗倒无数政敌后，却终于引火烧身。当体制内缺乏监督和平衡，领袖的疑心和部下的恐惧，迟早会让双方走向对立。如今解放军一些将领对最高统帅已敢于怀疑抗命，即便暂时压下，这种裂痕也难以愈合。有人总结道，法不治众，当将军们不想再装孙子时，皇帝也就干瞪眼。这话听着刺耳，却颇切合此刻的现实。据悉，中共将在2026年3月召开全国人大会议，习近平可能会在会上重新调整中央军委班子，补上那些空缺的席位。他会启用哪些人呢？多半会是政治上毫无二心，对他个人忠诚的新晋将领。然而即便新人上位，军心是否就此稳定仍是未知数。兵者，国之大事，这场高层风云已经牵动着全世界的目光。古语云，墙倒众人推。未来我们将见证这堵中南海的红墙能否经受住来自内外的重重考验，继续矗立不倒。一切都有待时间给出答案，我们也只能保持冷静和理性，继续关注北京的每一次风吹草动，静观这场权力长跑最终将如何落幕。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最近国际间一场引发北京震怒的战线摊牌，以色列竟然主动与台湾走近，试图联手对抗中共。这样的组合乍看不可思议，一个是在中东面对阿拉伯敌环伺的犹太国家，一个是在东亚直面中国威胁的海岛政府，两者相隔万里，过去几乎毫无交集。然而时至今日，这两个小国却因共同的对手和命运而走到一起，让北京当局气得当场炸锅。为什么以色列会选择触碰中国的红线，去拥抱远东的台湾？这背后发生了什么耐人寻味的巨变呢？我们将从历史谈起，
一步步揭开这段外交奇缘的来龙去脉。其实，在大部分时间里，以色列和台湾的关系并没有如今这般亲密无间。二战后的新世界中，两者甚至一度处于对立的两个阵营。1949年，以色列建国不久，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也就是后来退守台湾的政权，率先承认了以色列，表达了外交善意。但仅仅几个月后，1950年1月，以色列又转身承认了北京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成为中东地区第一个承认中共的国家。这番操作其实反映出以色列当时的务实考量，他们希望和共产中国交好，以打破自身在中东的孤立。然而好景不长，50年代初，中国大陆开始与苏联高度结盟，奉行反西方、反以色列的路线。由于以色列逐渐倒向美国阵营，加上与苏联关系恶化，北京也随之中断了与以色列的官方往来。从50年代中期一直到80年代末，中以之间没有正式外交关系。那么在这段漫长岁月里，以色列有没有选择和台湾发展关系呢？事实上并没有。出于战略考量，以色列当时对台湾也保持了距离。一方面，以色列依然希望未来能修复与北京的联系，不愿激怒中共；另一方面，当时的台湾政权中华民国为了争取阿拉伯国家的外交支持，在以色列阿拉伯冲突中采取了亲阿拉伯、援以色列的立场。可以说，冷战时期的以色列和台湾各有难处，双方虽然同为亲美阵营的一员，却没有建立正式邦交。一直到1992年，中共与以色列终于建交，台以之间从未有过大使级外交关系。不过，外交上的冷淡并不代表实质交流为零。早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台湾和以色列就已经在一些领域悄悄合作，比如农业技术、贸易和军事科技等。据部分历史资料透露，台以双方在飞弹研发、航太工程上都有所互动，甚至在核能技术上彼此交流过经验。当年以色列经常面临周边国家的导弹威胁，而台湾也处于大陆飞弹的瞄准之下。两地的军工科研单位其实早有共同语言，只不过这些合作一直十分低调，没有上升到国与国公开联盟的程度。整体而言，到冷战结束前，台以关系给人的印象是若即若离，有互动，但缺乏紧密联系，双方都顾忌着北京的态度。直到90年代初，在地缘政治巨变的背景下，以色列决定和中共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这才进一步限制了他与台湾发展官方往来的空间。自1992年起，以色列奉行一中政策，承认北京政府代表中国，与台湾仅保留民间性质的经贸文化代表处互设，维持最低限度的非官方联络。这种格局一直持续了数十年。然而，在官方关系疏远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和以色列之间始终存在着意识形态上的深刻鸿沟。早在1965年，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就曾公开将以色列比作台湾，声称两者都是帝国主义在亚洲的桥头堡，都迟早会被革命力量消灭。可见在北京的意识形态图谱中，台湾和以色列原本就被划入了类似的类别，都是他们眼中不合法的政治实体。与此同时，有一段历史常被提起，二战期间拯救犹太难民的中国人主要来自当时的国民政府，而非共产党政权。比如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曾向大批欧洲犹太人发放终身签证，允许他们逃难来华。1939年还一度计划在中国云南修建犹太人定居点供欧洲犹太移民。这些善举最终没有完全实现，但在犹太人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然而这份恩情属于后来退居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与中共毫无关系。可以说，以色列昔日感念的中国友谊其实来自今天的台湾，而非北京。反观中共，在建政后长期支持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事业，对以色列极为不友好。上世纪60年代起，北京积极援助巴解组织，将以色列视为殖民侵略者，甚至有人说，中共对以色列的敌视某种程度上也是冷战时与美国对抗的产物。总之，在价值观层面，北京从未真正认同以色列的存在合法性，双方的邦交更多是基于现实利益的权宜之计。这种潜在矛盾为后来的裂痕埋下了伏笔。进入21世纪后，
以色列在对华关系上更加小心翼翼。一方面，中国崛起为全球第2大经济体，成为以色列在亚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庞大的市场和投资对以色列经济极具吸引力。但另一方面，美国这个以色列最重要的盟友对中以走近非常敏感，不断从中施加压力。事实上，早在本世纪初，美国就曾介入阻止以色列对华的重大军事技术合作。2000年，以色列在美方压力下取消了向中国出售先进费尔康预警机的合约。2005年，又被迫终止了为中国升级哈比无人机的项目。这些事件一度引发北京强烈不满，也让以色列明白，在对华关系问题上不能不顾及美国的立场。此后，以色列对中国在高科技和军事领域的合作有所保留，敏感技术慎防外流。同时在基础建设方面，华盛顿也提醒耶路撒冷提高警惕，不要让中国企业过度介入。比如前些年中国企业一度参与经营海法港，引发美国忧虑。以色列最终还是设立严格审查机制，限制了中资在关键设施和 5G 电信等领域的扩张。尽管存在这些制约，中以在经贸上直到最近仍关系热络。中国大量投资涌入以色列的创新科技产业，双边贸易额节节攀升，双方似乎在刻意回避政治分歧，正冷经热地发展着关系。这种表面平衡一直持续到2023年底，却被随后的一系列事态彻底打破了。转折点发生在2023年10月7日，这一天，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了震惊世界的恐怖袭击，上千名以色列平民惨遭杀害或挟持。一时间，以色列举国悲愤，随即展开大规模反击，对加沙地带的哈马斯目标进行报复性打击。这场战争不仅改变了中东局势，也考验着世界各国的立场。究竟是谴责恐怖主义，支持以色列自卫，还是指责以色列过度报复，同情巴勒斯坦？让以色列寒心的是，中国在此问题上的表现并未站在以色列一边。事发后，北京外交部最初的表态仅是笼统呼吁各方克制停火，并未点名谴责哈马斯的暴行。相较之下，许多西方国家明确声援以色列，谴责哈马斯为恐怖组织，中国的态度显得冷淡模糊。更令耶路撒冷不满的是，随着以军对加沙展开反击，造成平民伤亡，中国官媒开始猛烈批评以色列对加沙的军事行动。在北京的国际讲坛上，以色列被描绘成滥杀无辜的侵略者，甚至中国官媒频频出现带有反犹色彩的言论，例如将犹太人刻画成掌控美国财政、煽动战争的黑手。中国官方电视台的一档节目公然散播反犹太阴谋论，称美国支持以色列是因为犹太人财团的影响力。这种露骨的仇视言论引发以色列强烈反弹。以色列驻北京大使馆罕见地发声谴责中国国家电视散布赤裸裸的反犹内容，同时在中国的网络舆论场上充斥着极端仇恨以色列的声音。以色列驻华使馆的社交媒体账号下涌现大量攻击言论，甚至出现为哈马斯暴行叫好的可怕景象。种种迹象都让以色列人感受到来自中国舆论的敌意。然而，就在中国舆论场对以色列口诛笔伐的同时，远在东亚的台湾却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哈马斯袭击发生后，台湾政府几乎是全球第一批言辞谴责哈马斯的政治体制之一。当时的台湾总统蔡英文以及后来接任的总统赖清德先后公开谴责这起针对平民的恐怖攻击，表态支持以色列有权自卫。台湾外交部甚至发表声明，称我们将与理念相近国家继续合作，共同抵抗一切形式的恐怖袭击。这种毫不犹豫站在以色列这边的立场，令以色列人深感意外又暖心。更感人的还在后头，台湾驻特拉维夫的代表李亚平 Abby Lee 亲自来到以色列南部遭袭击的农场，帮助当地居民收拾残局。他走访遇难者家属，带去台湾人民的慰问。李亚平还代表台湾侨民和机构筹集了一笔善款，将7万美元捐给以色列国防军及受袭家庭。他对那些失去家园的平民说了一句：你们并不孤单。短短几个字传达出患难与共的情谊，让许多以色列人深受感动。台湾的普通民众也自发声援以色列，除了街头的祈福活动，甚至有台湾志愿者远赴以色列参与救援工作。一时间，
台湾俨然成为了以色列在亚洲最真诚的支持者。正如一句中国谚语所说，患难见真情。以色列人在最艰难的时刻看清了谁是朋友，谁只是口头应付。台湾的雪中送炭与中国的冷漠批评形成鲜明对比，在耶路撒冷的舆论圈引发了强烈反响。许多以色列媒体和专家开始讨论台湾，一种情感上的转向正在发生。人们惊讶地意识到，过去顾虑北京而对台北敬而远之，也许是错失了一位潜在的盟友。如今台湾在以色列人心中的形象大为改观，它不仅是一座远方的小岛，更是一个在关键时刻愿意挺身而出的同路人。随着以色列社会对台湾好感度的提升，两国关系很快从民间情感延伸到了官方互动。自从哈马斯袭击后，台北和耶路撒冷之间开始出现前所未有的交流热潮。台湾政府抓住时机，展开了积极的外交攻势。2024年至2025年，台北主动邀请多批以色列国会议员组团访问台湾，加强双边议会交流。这在以往是难以想象的突破。要知道，以色列议员之前访台十分罕见，因为那容易招致中国抗议，而现在不但访问成行，而且规模一批比一批大。尤其是2025年9月，由以色列国会以台友好协会主席议员托波罗夫斯基率领的一个跨党派代表团高调造访台北，期间他们获得了台湾最高规格接待，甚至获准拜会了台湾新任总统赖清德。更戏剧性的是，托波罗夫斯基等人在台湾总统府会谈时，当面转交了一封由72名以色列国会议员联合签署的信件，信中明确表达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活动，声援台湾在国际上获得更大承认。要知道，以色列国会一共有120名议员，72人的签名意味着超过半数民选代表为台湾发声，这在以台交往史上是破天荒的壮举。会后，托波罗夫斯基兴奋地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访台见闻，公开称台湾为国家，并赞扬台湾民主繁荣。他还直接称呼赖清德为台湾总统，完全不避讳中国最敏感的称谓。这一连串举动很快传到了北京的耳中。中国驻以色列大使肖军正随即发表严厉声明，痛斥该以色列议员严重违反一中原则，毒化两国关系氛围。中方表示已向以色列政府提出严正交涉，要求立即纠正错误，消除负面影响。北京还强调，以色列在1992年建交公报中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暗批托波罗夫斯基等人公然违抗本国政府的立场。对此，以色列政府发言人则低调回应，称国会带团访台纯属非官方性质，不代表以色列政府立场。这番回应看似在安抚北京，但明眼人都看出，以色列并未对自家议员加以谴责或约束，等于默许了这种打擦边球的友台行动。种种迹象显示，在民意和议会层面，以台之间的破冰已经势不可挡地展开了。除了外交议员互访，台湾和以色列在防务领域的互动也日趋频繁且深入。2025年10月，台湾总统赖清德对外发表一项重大国防计划，宣布将投入巨资建设一套名为天空盾牌 T-Dome 的多层防空反导系统。引人关注的是，赖清德亲口承认这套 T-Dome 是参考了以色列的经验所打造。他在公开场合表示，我们会加速建构天空盾牌，在台湾建立严密的多层防空体系，并特别提到以色列的著名防空系统铁穹，称以色列保卫国土的决心和能力是台湾的宝贵榜样。他引用圣经中大卫战胜巨人歌利亚的故事来比喻台湾当前的处境。面对庞大的中共军力，台湾也要有以小胜大的勇气和智慧。事实上，台湾研发 T-Dome 的消息一出，北京官媒就酸溜溜的评论说这是东施效颦，认为台湾不可能靠山寨铁穹来挡住解放军飞弹。但台湾军方对此充满信心，强调 T-Dome 将整合各种现有武器，包括美制爱国者飞弹、台湾自制的天弓飞弹、野战防空炮等，打造出一个更加智能、高效的感测器到射手拦截网。而能让台湾如此迅速地提出一套完善方案，外界普遍猜测背后少不了以色列的指点。据法国媒体报道，台湾早在2025年9月就派出一名国防部次长秘密访问以色列，重点洽谈飞弹防御合作。随后，在12月，
又有消息传出，台湾副外长吴钊燮低调造访耶路撒冷，持续巩固双方的安全合作渠道。尽管双方官方都对此三缄其口，但多家情报来源显示，以色列正在暗中协助台湾打造替板铁穹。例如，有传言称，以色列将先进的绿松预警雷达技术转移给了台湾，用于提升对解放军导弹的早期预警能力。还有报道指出，以色列可能提供拦截弹技术支援，帮助台湾研制类似大卫投石索或箭式拦截导弹的本土版本，甚至不排除未来台湾直接向以色列采购部分防空系统零部件的可能性。如果说过去台以军事交流限于小规模项目，现在可以想见的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防务合作关系正在成型。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在以色列看来，协助台湾强化防御正是对中共的一种战略牵制。中共常年军援以色列的死敌，如伊朗、叙利亚等，那么以色列也有动机用类似方式回敬北京，你帮我的对手，我就帮你的对手。这种间接较量的姿态，过去受限于外交顾忌，不敢明演，如今已变得越发明显了。对台湾而言，获得以色列的军事 know-how 无疑如虎添翼，而对以色列而言，支援台湾也是在拓展自己抗衡中共的战线。谈到中共在中东扶植的对手，就不能不提伊朗。中国与伊朗的亲密关系是促使以色列倒向台湾的另一个关键背景。近年来，北京和德黑兰走得非常近。2021年，中国与伊朗签署了一项为期25年的全面合作协议，据称涉及数百亿美元投资，涵盖石油、基建、军事等广泛领域。这被许多人解读为中国公然挑战美国、中东盟友体系的举动。对以色列而言，伊朗是头号存在威胁，中国却在国际上不断替伊朗撑腰，这怎能不引发以色列的警惕和不满？多年来，伊朗政权高呼要将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并透过资助哈马斯、培养黎巴嫩真主党等代理人来围攻以色列。而中国不仅在联合国多次反对加强对伊朗的制裁，还向伊朗出售先进武器技术，提供外交保护。以色列人私下里早就担忧，一旦真的与伊朗发生战争，中国很可能站在伊朗一边。这种担忧在2025年中得到了一次印证。随着加沙战争的持续，伊朗和以色列的对抗升级，终于在6月爆发了直接的冲突。伊朗从本土发射了多枚中程弹道导弹，直接袭击以色列中部城市巴特亚姆，这是史无前例的事态。过去，伊朗与以色列虽敌对，却很少直接交火。这次德黑兰公然对以色列本土动武，等于变相宣战。导弹在巴特亚姆造成严重破坏和人员伤亡，尽管以色列剑3拦截系统紧急拦截掉部分来袭导弹，还是有漏网之鱼击中了民用区，高楼被炸毁，平民死伤惨重。以色列随即对伊朗境内目标展开报复性打击，中东局势一度濒临全面战争。就在所有人都关注伊朗和以色列交锋之际，中国的表态再次让耶路撒冷心寒。北京不仅没有谴责伊朗对以色列本土发动的这波攻击，反而一味呼吁各方克制，停止冲突升级，将伊朗的侵略行为与以色列的自卫反击相提并论。对以色列而言，这几乎可以解读为中国在庇护伊朗，偏袒罪魁祸首。试想，当你家园遭导弹轰炸，邻居却只说大家别打了，甚至暗示你别还手，这种心情是何等愤懑。以色列的舆论开始对中国彻底失望，认为北京根本靠不住，反而与自己的敌人狼狈为奸。与此同时，台湾再一次站了出来。就在以色列饱受伊朗飞弹袭击后，台北当局迅速向以色列表达慰问与支持，不仅发声明谴责这类威胁区域和平的行径，还透过驻以代表处捐赠物资，帮助巴特亚姆那些房屋被毁的家庭渡过难关。台湾代表李亚平亲赴受灾社区发放捐助，对以色列民众再次说，关键时刻，台湾与你们站在一起。而反观中国，在整个事件中，除了空洞的外交辞令，既没有援助，更谈不上同情。这种强烈反差让以色列上下更加体会到，谁在真正关心我们的安危，谁在冷眼旁观，甚至暗助虎狼。可以说，伊朗导弹危机将以色列推向台湾阵营的决心又巩固了一大步。正因为中共与伊朗的亲密无间让以色列如鲠在喉，
以色列才更有动力与中共的眼中钉台湾深化合作，以间接牵制北京。透过以上种种事件，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与台湾走近不仅是权宜之计，更是一种价值观和命运的同频共振。两国都属于西方民主阵营，都面临存亡考验，也都被更强大的威权邻国视为眼中钉。在各自危急时刻，双方发现彼此竟如此惺惺相惜，这种难以言喻的情感力量大大拉近了两国距离。很多评论指出，以色列和台湾其实一直有一种微妙的类比关系。以色列建国后，四周强敌环伺，却屡屡转危为安；台湾则在二战后失去国际承认，孤立无援至今，但依然坚持着民主制度。双方都证明了小国的韧性，宛如现代版大卫对抗歌利亚的翻版。现在这两个现代大卫开始走在一起，难免让人浮想联翩。以色列人发现，台湾的处境正如当年的自己，被一个庞然大物虎视眈眈地盯着，要将其抹去；而台湾人看到以色列能在极端劣势下屹立数十年，他们也深受鼓舞。当赖清德提到以色列的故事时，他其实是在为台湾打气，他们能够挺过来，我们也可以。另一方面，台湾对以色列的支持也带着一种道义上的认同。台湾社会虽然也有声音同情巴勒斯坦，但主流民意非常清楚哈马斯的恐怖主义本质，并厌恶极权主义在国际上兴风作浪。台湾人往往把中共对自己的威胁与极端组织对以色列的威胁相类比，认为自由世界应该团结一致抵抗威权和恐怖势力。两国都站在民主对抗独裁这条战线的前沿，自然容易产生休戚与共之感。有人用命运共同体来形容当前的台以关系，并非夸张之词。更妙的是，历史还给这段关系增添了几分戏剧性。70多年前，正是现在统治台湾的这批中国人，国民党向犹太民族伸出援手，而现在以色列反过来向他们的后继者提供援助与支持，这仿佛是一种善的回圈。也难怪许多以色列人感叹，台湾对犹太人从过去到现在一直抱有善意，值得加倍珍惜。相形之下，中共政权从来没有真正站在犹太民族这一边，如今更赤膊上阵地，倒向以色列的敌对阵营。如此比较下，以色列选择与台湾靠拢，几乎成了一种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结果。除了战略和道义考量，台以合作还有一个现实且重要的维度：科技与经济。台湾和以色列同为创新强国，各自在全球产业链中扮演关键角色。台湾是当之无愧的晶圆工厂，台积电等企业掌握着全球最先进的半导体制造技术。以色列则被称为创新创投之国，在软件开发、网络安全、人工智慧等领域领先群雄。一硬一软，两者高度互补，如果能携手合作，将碰撞出巨大的火花。近年来，双方已在逐步加强经贸联系。就在2025年11月，台湾与以色列举行了第15届经济与科技合作会议，双方代表透过线上会议的方式讨论了加强供应链衔接、产业合作等议题，并承诺未来要进一步扩大双边贸易和投资。台湾驻以代表李亚平接受以色列媒体专访时表示，台湾与以色列是科技领域不可取代的合作伙伴，一方在硬体领域领先世界，另一方在软体领域独步全球。以色列的业界人士也持相同看法，他们认为以色列的初创公司如果能得到台湾电子产业的支持，将有助于把创新原型转化为大规模量产的产品。反过来，台湾的高科技企业也需要以色列的尖端研发来保持竞争力。有报道指出，台湾正在积极拉拢以色列加入美台的半导体合作框架，可能考虑让以色列的晶片设计公司与台积电、美国企业展开三边联合研发。更有甚者，一些以色列分析家建议台积电赴以色列投资设厂，将部分产能布局在以色列，以免将来台海有事时，以色列拿不到晶片。毕竟以色列的武器装备和高科技产业对半导体依赖极深，如果有台湾的产线在本土，将大大增强以色列的供应链韧性。同样地，台湾若能借助以色列的创新能力和研发人才，也能拓宽自身科技版图。可见台以之间存在巨大的合作互惠空间。双方都意识到，
当今世界正出现去全球化或阵营化供应链的趋势，如果不未雨绸缪，将来一旦国际局势恶化，孤军奋战是很危险的。不如现在就打造跨区域的盟友网络，互通有无。台以科技联盟的潜在收益是双重的，既可以对抗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垄断威胁，也可以弥补各自在经济上的短板。对台湾而言，以色列市场虽小却精，尤其在国防、农业、科技等利基领域，台湾企业有机会分享以色列的技术红利。对以色列而言，台湾的制造能力和亚洲市场经验是宝贵资产，能够帮助以色列产品打入更多国家。难怪有观察家感叹，台以如果联手，将形成一股小国大能量的创新力量，在美中对立的夹缝中开辟出自己的经济生存空间。甚至可以说，台以合作也是两国因应美中博弈，降低对中国经济依赖的一种集体自救之道。2025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面对全球舆论压力时曾提到，要为国家经济增加自己特性，以免受制于人。联合台湾这样的高科技伙伴，显然符合这一战略目标。综上所述，台以关系升温带来的经济技术好处，无疑进一步巩固了双方结盟的动机。就在台湾和以色列越走越近的同时，千里之外的北京却对此恼羞成怒，坐立不安。中国政府近乎每天透过不同渠道对以色列施压，表达不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反复强调，台湾问题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不容任何外部势力插手。中国驻以大使馆更在声明中严正警告，以色列不得同台湾当局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要求耶路撒冷方面立即纠正错误行径，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这些措辞极为严厉，几乎就是在给以色列划下红线。然而，以色列方面对北京的声色俱厉似乎并不买账。一位以色列高官私下对媒体表示，那次副外长吴钊燮的访问确有其事，但没什么大不了。言下之意，以色列并不认为与台湾接触是多么严重的罪过。不仅如此，以色列官方还在国际舞台上做了一些过去不敢做的事，比如在联合国谴责中国侵犯新疆维吾尔人权。2023年底，以色列破天荒地加入了西方针对中国新疆问题的人权谴责声明行列，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以色列过去为拉拢北京，一直避免在人权问题上点名批评中国，但现在以色列显然改变了计算，他们不再对中共保持沉默，而是开始站到价值观阵营的一边，哪怕因此激怒北京，对北京而言，这无疑是奇耻大辱。曾几何时，他试图通过经贸利诱和外交施压让各国孤立台湾，如今竟有国家公然不理会这一套，尤其以色列还是多年友好合作的伙伴，北京自然是又惊又怒。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发表社论称，以色列一些人对台示好是政治作秀，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文中还暗含威胁地指出，以色列此举无助于其当前困境，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类似这样的警告言论在中国媒体上充斥着。但另一方面，北京真正能对以色列做什么惩罚措施吗？我们看到，目前中国仍克制在口头和外交抗议层面，暂时没有采取实质报复行动。毕竟中以关系虽然失和，但并未到撕破脸的地步。中国深知，如果因台湾问题与以色列决裂，只会把以色列推向美国怀抱，让自己在中东少了一个影响渠道。而且中国在以色列还有不少经济利益，例如中国公司参与的以色列基建项目，中国对以色列科技企业的投资等。一旦关系破裂，这些利益也会受损。所以目前北京更多是强硬表态给国内听，同时观望以色列的反应。可以预见的是，如果以色列适可而止，北京或许也不想把局势闹到不可收拾。这就出现了一种微妙的较量，中国在亮红线，但以色列在试探底线，双方都在计算对方虚实。这场外交博弈未来还可能持续一段时间。当然，以色列也并非全然不顾及中国的恼怒，尽管近来动作频频，但以色列在一些方面依然保持克制。比如，以色列政府至今没有在外交正式场合称台湾为中华民国或台湾国，更未宣布与台湾复交，仅停留在务实合作和民间交流的措辞上。
这显示耶路撒冷仍试图掌握分寸，不踩北京设下的绝对禁区。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以色列并没有突然全面关闭对华合作的大门。经济上，中以贸易目前基本照常进行，中国游客和留学生依然可以赴以，以色列企业也没有集体撤出中国市场的动作，至少目前没有。这说明以色列仍在评估利弊，不愿轻易放弃中国这块市场和资金来源。毕竟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对以色列高科技产业的投资一直颇具分量。如果北京真的翻脸报复，撤走投资或限制双边贸易，以色列经济也会受创。所以以色列政府的一系列挺台举措多半是经过精心计算、渐进推进的。他们希望在不触发中国猛烈报复的前提下，逐步提升与台湾的关系。骑墙是小国外交的艺术，而以色列正试图在道义和利益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也因此，在以色列内部，对于如何拿捏这个度还有不同声音。有批评者认为，现在全球局势诡谲，以色列没必要为了台湾完全导向与中国对抗。毕竟中共再怎么说也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以色列未来在联合国还需要中国不时帮助，例如投弃权票、拦下反以决议等。一旦把中国得罪狠了，万一哪天中国在安理会支持谴责以色列的提案，或者公开军援伊朗先进武器，那对以色列而言也是得不偿失的。还有安全专家提醒，以色列对台军事合作需慎之又慎。万一将来台湾抵挡不住中国军事攻势，以色列提供的高科技武器被解放军缴获，反过来研究破解，未来可能威胁以色列自己的国防安全，这绝非杞人忧天。以色列许多王牌装备的技术如果落入中国手中，对方或许能举一反三，用于升级伊朗、叙利亚手中的武器，让以军面临更严酷的挑战。因此，一些以色列军方人士主张，对台湾的军事支持应该有限度的进行，例如敏感核心技术，特别是涉及以色列独有优势的，应保持门槛，不宜全部交底。经济界人士也担忧失去中国市场的风险，认为应避免刺激北京做出极端反应。这些不同意见反映出以色列对华政策正处于转折点，如何拿捏仍在辩论中。所幸的是，目前以色列和台湾的双边热络还处于一个渐进试探阶段，双方都留有回旋空间。如果中国方面的反制有限，那么以色列国内鸽派的担忧或许就不会成真。相反，如果北京真的痛下杀手，以色列内部也可能出现政策拉锯，甚至放慢与台湾亲近的步伐。总而言之，以台之间这段新关系对以色列来说也是一场冒险，需要小心权衡。尽管存在种种顾虑，多数迹象表明，以色列眼下更倾向于义无反顾地加强与台湾的联系。在经历了加沙战争的孤立无援和国际指责之后，许多以色列决策者逐渐认清一个现实，未来的国际格局已经越来越明确地分裂为民主与威权两大阵营。以色列作为民主国家，长期享受西方的援助和支持，但也因此受制于西方民意的掣肘，如最近欧美国家因人道问题对以色列施压停火等。与其试图在民主和威权之间骑墙，不如干脆拥抱民主同盟，寻求真正志同道合的伙伴。台湾的出现正好提供了这样一个契机。通过与台湾交好，以色列向世界表明了自身在价值观上的站位，我们站在自由民主这一边，不会向威权主义低头。这对提振以色列在西方舆论中的形象大有裨益，也有助于巩固美以同盟的亲密度。华盛顿方面其实乐见其成，美国近年来积极拉拢盟友围堵中国，如果连以色列都加入这个行列，无疑增强了民主阵营的力量。据悉，美国国会内部对以色列近期的对台举措颇为赞赏，有重量级参议员表示，以色列作为我们在中东的伙伴，愿意挺身支持另一个民主伙伴，这很好地体现了民主国家的团结。甚至有人推测，美国可能在背后促成了一些以台之间的协议，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毕竟，美国同时保护着以色列和台湾的安全利益，若两者之间能合作，对美国而言是双赢。总而言之，在西方大环境支持以及自身安全需求的双重推动下，以色列与台湾的关系很可能会继续向前发展。这既是情势所趋，也是双方主观意愿使然。
那么未来会怎样呢？以色列和台湾的这场战线摊牌会走向正式结盟，还是遭到现实掣肘，止步于此？目前看来有几种可能的路线。其一，水到渠成式的逐步深化，在保持一中政策表面不变的前提下，以台继续拓展实质合作，在各领域悄然形成默契联盟。譬如军事上不会出现正式的共同防御条约，但不排除开展某种准同盟合作，例如情报交流、军官互训、战术经验分享等幕后进行。以色列或许会默许部分退役将领或军事顾问赴台提供指导，就像当年以色列也曾暗中协助过台湾改良战机和导弹一样。这些都属民间或商业行为，可回避政治敏感。经济上，双方可能签署更多协议，加强科技研发协同，甚至讨论自由贸易安排，让双边经贸关系远超一般无邦交国家的水平。如果一切顺利，也许不久的将来，我们能看到台湾生产的武器装备上有以色列技术身影，而以色列的高科技产业链中也有台湾企业的加盟。其二，激流勇进式的突破。如果未来台海局势或国际格局发生巨变，不排除以色列做出更大胆的举措，比如假设中共对台动武的危机迫在眉睫，而美国需要盟友表态，以色列有可能公开提升与台湾的官方关系，甚至不惜冒险承认台湾主权，以极端方式抗衡中国。这将是外交核弹级别的变化，等同于以色列放弃与中国维持邦交。但是在可预见的未来，除非中国真的对台湾开战，否则以色列暂无必要走到这一步，毕竟那将立即引来北京的猛烈反击。反过来，倘若未来伊朗或其他中东威胁更加严峻，而中国又在背后扮演推手角色，也不排除以色列把台湾牌打得更响，用以报复北京。例如，万一伊朗冲突升级到需要联合国决议或全球动员的程度，以色列可能就不顾及中国脸色，公开拉台湾加入反伊朗联盟等等。这些都是相对极端的前景，但国际政治有时瞬息万变，也不能完全排除。其三，骑墙收敛式的反复。如果北京的压力持续增加，而以色列在实际操作中又遇到障碍，那么不排除双方关系放缓甚至退步的可能。毕竟以色列不想同时树敌过多，一旦感觉玩火过度，可能会主动降温。比如，以色列可能对议员访台进行更低调处理，或暂停某些军事科技合作，以换取北京不在敏感时刻搅局以色列的中东问题。在外交上，以色列也可能在一些场合对中国给出安抚性的声明，比如再次重申对一中原则的坚持，以降低紧张度。这种情况下，台湾方面或许也会理解，以免把友邦逼得太紧，反而弄巧成拙。因此，一种若即若离、动静结合的态势也许会长期存在。需要的时候，双方走近一步，风头紧时又稍微退半步，在缝隙中维持合作。无论未来哪种走向，一个新的现实已经诞生。台湾和以色列这两条原本毫不相干的战线正在产生交集，这对国际战略格局的影响是不容小觑的。我们看到，民主国家开始跨越传统地缘疆界抱团取暖，东亚的台湾与中东的以色列在各自对抗威权势力的斗争中找到了共同语言，这无疑给北京和德黑兰等带来了压力和警示。对北京而言，台以走近意味着他在台湾问题上面临的统战和外交压力都会倍增，不再仅仅是美国、日本等传统对手，现在连中东的重要国家都可能插手台湾议题。虽然以色列军事力量无法直接介入亚太，但他的态度改变本身就具备象征意义，可能带动更多国家效仿。试想，如果以色列都不怕触怒中国公开挺台，未来会不会有其他曾被中国施压的国家，比如在非洲、拉美，重新考虑与台湾发展关系呢？毕竟以色列的国际地位和外交敏感度都很高，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全球产生示范效应。可以说，台以关系升温，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一个新的案例，显示出中共声称的一中原则国际共识正在被侵蚀、被挑战。当然，对以色列而言，也开启了一段前途未卜的冒险旅程。一方面，他可能因此获得新的盟友和合作伙伴，强化自身抵御威胁的能力，但另一方面，也在与一个世界级强权交恶，承担相应的风险。这场豪赌能否成功，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以色列领导层的智慧和国际局势的演变。也许若干年后回头看，我们会发现这是以色列外交的一次大转型，从务实主义转向价值主义，从孤军奋战转向联盟对抗。台湾则可能从中得到前所未有的助力，从而在对抗中共的漫长斗争中略占上风。结语：当前的国际局势可谓风云诡谲，而以色列与台湾携手对抗中共的剧情更是超出了许多人的想象。对北京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措手不及的打击。在台海问题上，他突然发现对手阵营里多了一面以色列的旗帜，难怪会气得跳脚。战线摊牌的序幕已然拉开，未来的发展耐人寻味。或许北京会设法安抚以色列，务求将这条歧路盟友拉回自己一边；或许以色列会在现实压力下稍作收敛，与台湾保持若即若离的默契；也或许世界将见证一段民主小国联手抗击强权的传奇续篇。历史告诉我们，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和价值。此刻，以色列和台湾的利益与价值观奇妙地重叠在一起，他们都在黑暗中摸索生存之道，却在彼此身上看到了光亮。面对共同的威胁，他们选择不再孤军奋战，而是并肩而立。这一步充满勇气，也充满风险。但正如以色列和台湾各自的历史经验多次死里逃生、化险为夷所示，他们从不缺少在逆境中求生的智慧与胆识。未来几年，国际舞台上可能会出现更多类似的战线摊牌，民主阵营趋于抱团，威权阵营亦然。而以色列与台湾的联手，无疑是其中最令人瞩目，也最具戏剧性的一幕。我们不妨拭目以待，看看这场跨越万里的合作能走多远，又会给亚太和中东带来怎样的连锁反应。可以确信的是，在历史的洪流中，小国的抉择有时能激起大浪，而此刻，以色列和台湾已经激起了浪花，未来的篇章正徐徐展开。无论北京如何暴跳如雷，他们都将坚定地走他们选择的道路。这就是21世纪20年代最引人入胜的国际故事之一。战线既已摊牌，新的博弈才刚刚开始。我们将见证这段历史，见证大卫们如何再次对决歌利亚。今天我们来聊聊一场令北京震怒的外交风暴。以色列国会近日集体反了超过半数议员，联署声援台湾。这对中共而言可谓彻底破防，而对台湾而言，则是外交上迎来了史诗级的破局时刻。为什么一向在台湾问题上低调的以色列会做出如此大胆的举动？这背后经历了哪些惊人的转折？我们就一步步来揭秘这段曲折离奇的外交故事。首先，我们要从历史谈起。1950年，以色列做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决定，正式承认新成立的中共政权，成为中东第一个承认北京政府的国家。要知道，当时许多西方国家仍与中华民国政府、台湾维持外交关系，但以色列选择了务实路线，认为共产党已经有效统治整个中国大陆，便抢先向北京抛出橄榄枝。以色列期待的是，这样的姿态能换来北京的友谊，甚至有助于缓和自身在中东孤立的处境。然而，现实给了以色列当头一棒，北京不仅没有投桃报李，反而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站在了以色列的对立面。当时新中国高举反帝反殖的旗帜，全面支持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将以色列视为西方阵营的一员加以敌视。在漫长的冷战岁月中，中共不但不和以色列建交，还在国际场合处处与以色列作对。1971年，联合国大会就中国席位问题进行表决时，以色列甚至投下反对票，支持将台湾代表逐出联合国，由北京取而代之，为的就是讨好中共。然而这些努力并未拉近中以关系，在北京眼中，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的考量远远压过了以色列当年的善意举动。可以说，以色列早期对中共政权寄予的希望彻底落空，两国关系长期处于敌对状态。直到冷战结束后，局势才开始出现转机。1992年，在美苏对峙落幕，中共与美国关系改善的背景下，北京终于同意和以色列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这一年，中以两国签署建交公报，以色列付出的代价之一，便是确立对北京的一个中国承诺。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意味着以色列与台湾之间不再有官方外交关系，曾经的占有台湾瞬间沦为必须被冷落的一方。对台湾而言，这无疑是重大打击。长久以来，台湾把以色列视作同处前线、命运相似的友邦，但现实外交利益下，以色列还是选择了北京。当时台湾外交部对此表示遗憾与关切，严正声明不承认中以建交公报中任何损及我国主权的内容。然而大势已去，以色列从此与台湾只有非官方往来。不过尽管没有正式邦交，台以之间的联系从未真正中断，反而在幕后持续发展。两国其实有许多相似之处，同为美国的重要盟友，同是民主制度的中间，都在严峻的安全环境中求存，也都发展出高度的科技与国防实力。这种天然的共同点使得双方早在冷战年代就开始暗中合作。举个例子，70年代台湾遭遇美国军售限制时，以色列挺身而出，向台湾提供了急需的武器技术。当年美国因顾及北京反对，拒绝出售先进的响尾蛇空对空飞弹给中华民国空军，结果以色列出面把自家研发的对空飞弹卖给台湾，还协助台湾仿制了天剑系列飞弹等武器装备。甚至在海军方面，台湾从以色列引进了长钉反舰飞弹技术，源自以色列的加百列飞弹，共同研制出雄风反舰飞弹。可以说，台以之间的军事合作历史悠久且极为紧密，只不过一切都低调进行，不为外界所知罢了。当时双方都心照不宣，这种合作有利于各自的安全利益，对抗各自的强敌。台湾的威胁是中共，以色列则有周边阿拉伯对手，何乐而不为？然而1992年中以建交后，以色列在明面上开始对台湾保持距离，毕竟北京的一中要求摆在那儿，以色列政府不敢再明目张胆与台湾有官方往来。在这种情况下，双方把交流重心放在经贸、科技领域，也算各取所需。台湾企业看上以色列的研发实力和创新产业，以色列则对台湾的资金和市场很感兴趣。90年代末，台以双边贸易额甚至曾一度超过中以贸易额，可见民间合作相当热络。以色列还在台北设立了以色列经济文化办事处，台湾也在特拉维夫设立了代表处，维持着实质关系。这段时期，以色列政府在外交场合依然对台湾避而不谈，逢中共的场合就谨守一中原则，不公开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等等。但在台下，双边的学术、科技交流方兴未艾，许多以色列的高科技公司与台湾厂商展开合作，联合研发晶片、生技等尖端产品。双方学者也频繁互访，分享农业、医疗等技术经验。可以说，在经贸领域，台以关系悄然深化，为日后的外交突破埋下伏笔。同一时期，以色列和中国大陆的关系则在高速升温。2000年代初，中以关系几乎是你侬我侬。中国对以色列的先进军事技术和创新产业表现出极大兴趣，而以色列也看中了中国庞大的市场和投资机遇。双方迅速在经济上打得火热，中国企业大量涌入以色列，投资高科技产业，从晶圆厂到通讯技术，再到生物医学，都能看到中国资本的影子。以色列的创投圈也乐于从中国那里取得资金，一时间，中国仿佛成了以色列创新的金主。更惊人的是，在基础建设领域，以色列竟然把具有战略意义的港口交给中国经营。2015年，中国上海国企成功取得以色列海法港长达25年的经营权。海法港是以色列地中海沿岸的要冲，美国第6舰队舰艇都常驻于此。当时就连美国都对以色列此举深感担忧，警告海法港的中国经营权可能危及美以安全合作。但以色列政府权衡再三，还是选择了经济利益，认定中国企业的投资能带来财富和发展，于是执意推进。以色列某些政客和商界人物沉浸在中国崛起带来大机遇的憧憬中，认为只要抓住中国这棵财神树，以色列既能赚钱，又能平衡与美国的关系，左右逢源。当时许多人相信，北京虽然在政治上与以色列未必亲近，
但经济上总是讲利益的，只要我们让出些好处，中国会回报以色列更多投资和市场机会。这种美梦持续了几年，然而现实终究会揭露真相。2023年10月，一场突如其来的战火将中以关系的脆弱本质暴露无遗。10月7日，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了震惊世界的袭击，上千名以色列平民在突袭中伤亡惨重，这被形容为以色列的911事件。以色列随即对哈马斯宣战，誓言要消灭这股威胁。在这存亡绝续的关键时刻，以色列满心指望国际友邦声援，当然也包括那些过去被以色列视作伙伴的国家。那么中国的表现如何呢？让以色列人大失所望的是，北京当局在事件发生后的反应极其冷淡。中共外交部起初仅发表泛泛其谈的声明，呼吁各方克制、停火，重申两国方案老调，对哈马斯的暴行只字不提，更不愿明确谴责这场大屠杀。直到各界批评声浪涌现，甚至连访华的美国议员都当面施压时，北京才勉强在措辞中加上了反对伤害平民，但仍然拒绝点名谴责哈马斯为恐怖组织。这种闪烁其词的态度让以色列朝野震惊又愤怒。我们的平民遭遇残忍屠杀，你北京居然连句谴责都不肯。以色列外交部官员直接向中方表达了深切的失望，痛斥中国没能明确谴责哈马斯的可怕暴行。以色列驻华使馆的高级官员尤瓦尔瓦克斯更公开表示，我们本以为中国至少会对哈马斯更强烈的谴责，毕竟此刻不是讨论什么巴以两国方案的时候。可以想见，以色列人心中那点对中国的信任在这一刻几乎崩塌殆尽。更让以色列民众寒心的是，战争进行过程中，中国官方和媒体的立场愈发偏向巴勒斯坦一边。随着加萨冲突升级，中共外交场合开始高调指责以色列对加萨地区的军事行动过当，大肆呼吁停火和所谓人道主义关切，却仍不肯谴责哈马斯的火箭弹袭击和平民绑架。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上支持了一系列要求以色列停火的提案，对以色列的处境毫不顾及，甚至在中国的互联网舆论场上充斥着为哈马斯辩护、抨击以色列侵略的言论。一些极端网民还发出带有反犹色彩的攻击，这一切都被以色列媒体和民众看在眼里，心中那份愤慨可想而知。长期以来，以色列在外交上对中国可以说是给足了面子，不仅在联合国投票时避免触怒北京，从不支持涉台湾的提案。为了经贸利益，以色列也对中国的人权问题和扩张野心选择性失明，很少公开批评。可以说，以色列曾经卑躬屈膝，期望以隐忍换取中国的善意。然而这一次残酷的现实教育了以色列，当你身处险境，中共不会雪中送炭，甚至可能落井下石。那些年把海法港让给中国，对北京唯唯诺诺的所谓发财梦，换来的却是在加萨战火中被对方冷眼相向。经此一役，以色列朝野对中国可谓大梦初醒。许多以色列人开始反思，我们难道一直押错了宝？一个不肯谴责恐怖分子，不在乎我们生死的大国，真的值得我们委曲求全吗？与此同时，在亚洲另一端的台湾却展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哈马斯袭击发生后，台湾政府是全球最早表态谴责的地区之一，总统府和外交部第一时间强烈谴责这起恐怖攻击，对以色列平民的伤亡表达深切同情，并支持以色列政府捍卫国家安全、反击恐怖主义的权利。台湾民众也自发在社群媒体上声援以色列，祈祷和平，甚至有台湾民间团体为以色列募款，举办追思活动。对以色列而言，台湾虽然地理遥远，没有正式邦交，却在生死关头挺身相助，这种仗义直言令人动容。比较之下，北京的冷漠和台北的热忱形成鲜明对比。更重要的是，以色列开始重新审视台湾的价值与角色。这个被国际组织排除在外的亚洲岛屿，其实跟以色列有着极为相似的境遇，都是民主阵营的一员，却饱受周边威权政权的威胁，都在国际场合遭遇不公平待遇，却依然努力贡献全球福祉。比如新冠疫情期间，台湾防疫卓越，还慷慨捐助口罩和医疗物资给许多国家，包括以色列在内。
但台湾却被世界卫生组织 WHO 排除在外，这对全球抗疫明显不利。以色列的决策者们不禁想到，我们过去小心翼翼迎合北京，却换不来安全和尊重，而台湾这样的民主伙伴，也许才是真正在价值观上与我们同阵线的朋友。正是在这种微妙的心态转变下，2023年底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以色列开始在外交布局上向民主价值靠拢，做出了一些令中共意想不到的举动。先是2023年12月，以色列突然宣布承认非洲之角的索马里兰共和国为独立主权国家。索马里兰自1991年脱离索马利亚自行宣布独立，但几十年来没有任何一个联合国会员国正式承认它的国家地位。没想到以色列打破了这个惯例，成为全球第一个承认索马里兰的国家。消息一出，举世哗然，索马利亚政府和一些阿拉伯国家强烈抗议，但以色列据理力争，表示索马里兰符合国家的一切要件，人民也有自决权利。这一外交壮举在非洲引发轩然大波，同时也侧面验证了台湾长期倡导的价值外交颇具前瞻性。早在2020年，台湾就不畏中国压力，与索马里兰互设代表处，积极发展实质关系。当时台湾看重的正是索马里兰在艰困环境中仍坚持民主选举与法治，被称为非洲之角的民主灯塔。如今以色列高调承认索马里兰，等于追随了台湾的脚步，印证台湾当初的眼光和勇气。更耐人寻味的是，外界普遍解读以色列此举也有敲打北京之意。既然你中共可以不顾以色列利益，一味拉拢伊朗，支持巴勒斯坦，那么以色列也不必再处处迁就你的感受。我们会按照自己的价值和利益行事，哪怕承认一个北京不乐见的新国家，这其实就是在告诉北京，游戏规则变了，以色列不会再为你马首是瞻，而要走一条全新的外交路线。如果说承认索马里兰还主要是象征意义，那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是直接触碰到了中共最紧绷的神经——台湾问题。哈马斯战争结束后，以色列和台湾之间的互动频率明显加快，层级也不断攀升。2024年和2025年，双方都出现了一系列前所未见的交流场景。先是传出消息，台湾外交部长以及高层官员与以色列方面进行了多次密切接触。例如2025年9月，以色列执政联盟的重要议员、国会印太小组主席奥哈德·泰勒 Ohad 悄悄访问台湾，而早在此前，反对党未来党籍的国会友台小组主席波阿兹·杜博斯基 Boris Toporowski 就曾多次来台，甚至在台湾大选后拜会了新任总统。在北京眼里，这些都是窜台的挑衅行为。中国驻以色列大使馆为此发表严厉声明，点名痛骂杜博斯基和泰勒两人，称他们不顾中方反对，勾连台独势力，公然将台湾称为国家，是明目张胆支持台独分裂。中方声称这绝非以色列政府对华政策的本意，更不是以色列选民选他们的初衷，试图将这两位亲台议员塑造成少数异类。殊不知，正是这两位议员成为改写以台关系的关键推手。2025年7月，杜博斯基在耶路撒冷发起了一项前所未有的倡议，他以以色列国会友台小组主席的身份，联合执政联盟与反对党的同僚，起草了一份支持台湾的共同声明，呼吁让台湾有意义地参与各大国际组织。这份声明直指台湾被系统性排除在世界卫生组织 WHO、国际民航组织 ICAO、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等机制之外的不公平待遇，痛批这种排除毫无正当性，极不负责。声明强调，台湾在2020年全球疫情大流行期间展现了卓越的防疫能力，积极援助其他国家，扮演了全球卫生领导者的角色。国际社会不应漠视台湾的贡献。更重要的是，声明认为让台湾参与对国际社会本身有利，呼吁各国正视这一事实。如此挺台言论可谓句句戳中北京的痛处。杜博斯基深知此举可能引发轩然大波，但他并不孤单，他很快就获得跨党派大多数同事的热烈响应，包括奥哈德·泰勒在内的多名执政党议员也率先签名支持。短短几天内，共有72名以色列国会议员在这份声明上联署。要知道，以色列国会一共才120席，
72席意味着超过了半数，也就是说，整个国会的过半民意都站到了台湾这边。签署者横跨执政与在野共11个政党，甚至包括多位副议长级的重量级人物，不分党派，集体力挺台湾，这在以色列历史上前所未见。当7月下旬这份声明正式公开，并由以色列友台小组转交给中华民国驻以色列代表李亚平时，台北和耶路撒冷都为之震动。台湾外交部闻讯后，立即对以色列国会的举动表达诚挚的感谢，赞扬这是台以友好关系的重大里程碑。毕竟，过去即便关系不错的欧洲国家，国会集体发声挺台也不多见，更何况以色列一直被认为在台湾问题上低调务实，如今竟然如此大动作，难怪台湾媒体纷纷用突破、壮举来形容。北京方面则几乎是气得跳脚，勃然大怒。中国驻以色列大使馆在声明发布当天7月25日就公开谴责，称这是以色列个别议员挑头稿涉台声明，是对一中原则的公然挑战。中共以一贯的措辞表示坚决反对，并已向以方提出严正交涉，要求以色列政府纠正错误，不要发出错误信号。然而这回，以色列方面明显没有像以往那样赶紧出来安抚中国。在中国抗议声中，以色列政府保持了低调和沉默，既没有支持，也没有谴责国会声明。换言之，默许了国会的亲台表态继续发酵。中国官媒虽极力淡化，声称这只是个别议员搞小动作，但明眼人都清楚，72名跨党派议员联署，哪还是什么个别？这几乎可说反映了以色列主流民意对台湾的支持度。北京面对如此重大变局，一时间束手无策。他只能一方面对以色列政府施压，强调台湾问题是不可碰触的红线，另一方面对内宣传时又不敢声张，以免引发更多国家仿效。中共的愤怒与心虚，从他们对杜波斯基等人的人身攻击中就可窥见一斑。中国大使馆发言人破口大骂杜波斯基是麻烦制造者，指责他此举严重破坏中以关系政治基础，甚至威胁说不要妄想损害中国核心利益而不用付出代价，如不悬崖勒马，必将摔得粉身碎骨。如此强硬的措辞，连在场的外国外交官听了都捏一把冷汗。一个大国外交使节居然用黑社会式的语言威胁别国民选议员的人身安全，充分暴露了中共在台湾议题上的歇斯底里。尽管北京抗议不断，但以色列与台湾之间的互动并未就此停步，反而愈走愈近。在7月国会声明事件后仅2个月，2025年9月，台湾的副总统也是新任总统赖清德就在总统府高调接见了一批来访的以色列国会议员。在这场会晤中，赖总统特别提到以色列捍卫领土与人民安全的决心和能力，为台湾提供了宝贵的典范。他甚至引用圣经中大卫战胜巨人歌利亚的故事，来比喻以色列在困境中奋勇抗敌的精神，暗示台湾也需要像大卫那样勇敢，面对比自己强大许多的对手。这不言而喻，指的就是中国。赖清德的这番谈话通过媒体传回以色列后，引起了相当积极的回响。以色列人发现，原来台湾对以色列的处境如此理解，同病相怜之感油然而生。以色列媒体评论说，以色列在亚洲找到了一个真正的朋友。更有以色列学者指出，台湾和以色列都处在强邻环伺的环境，两国的经验教训其实可以互为借鉴，未来应加强交流合作。的确，正如赖总统所言，大卫对抗歌利亚的故事既是以色列的传奇，也映照出台湾对抗强权的决心。现在两国英雄相惜，势必碰撞出更强的火花。说到合作，不得不提一个关键领域，国防科技。随着台海和中东局势的紧张，台湾和以色列都在寻求加强自身军事防御能力。以色列有举世闻名的铁穹 Iron Dome 防空系统，在过去的战争中成功拦截成千上万枚来袭火箭弹，保护了无数平民。台湾方面看在眼里，岂能不心动？毕竟台湾面对解放军飞弹威胁，由南到北都需要防空网。于是2025年台湾总统赖清德提出了一个台湾之盾 T-Dome 的国防构想，要部分仿效以色列铁穹和美国黄金穹顶系统，
打造属于台湾的飞弹防御网络。为了这个计划，台湾很可能需要以色列的技术和经验支持。事实上，就在赖总统提出台湾之盾后不久，台湾和以色列之间便传出一连串耐人寻味的互动。例如2025年10月，台湾外交部政务次长、副部长吴志忠在台北会见了一位以色列政府高官。同月，赖清德也在一场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于台北举办的晚宴上发表谈话，大赞以色列的防卫能力。接着到了2025年12月，路透社爆出猛料，吴志忠近期曾秘密出访以色列。据3名知情人士透露，吴次长此次未公开的以色列之行，正是为了在国防领域寻求加强合作。他造访了拥有铁穹系统的以色列，但行程极为低调，未对外公布会见了哪些对象，讨论了哪些细节。有猜测认为，吴志忠的任务之一就是就赖总统10月宣布的台湾之盾计划向以色列取经，了解铁穹和金穹技术如何应用在台湾防务上。这则消息传出后，中共再次暴跳如雷，中国驻以大使馆立刻发表声明，严正抗议台湾高官访问以色列，敦促以方纠正错误行为。北京方面宣称，所有与中国建交的国家都不得与台湾进行任何官方往来，要求以色列必须恪守一中原则，不允许此类事件再次发生。然而，正如先前国会声明事件一般，以色列政府对北京的抗议依然保持沉默，既没有证实也没有否认吴志忠来访，只是拒绝对此发表评论。同样的，台湾外交部也以不予置评低调回应此事，只强调台以共享自由民主价值，将持续务实推动经贸、科技、文化等领域合作。耐人寻味的是，在路透新闻曝光吴志忠密访的前后，传出以色列国会议员泰勒再次来到台湾访问。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还透露，台湾全国工业总会正筹组代表团赴以色列，计划在半导体、高科技人才培育等方面开展更多合作。所有这些迹象都表明，台以关系正在全面升温，而且趋向深入实质的层面。过去只能私下进行的科技、防务交流，如今已开始浮上台面，变得大方而自信。这无疑让北京越发头疼。他发现自己正同时面临2个昔日看不起的小伙伴，台湾和以色列的联手。这种局面是几年前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从以色列的角度看，经历了战争洗礼和外交寒流，他们痛定思痛，终于更换了交友策略。曾几何时，以色列以为攀附北京这棵大树就能财源广进、国泰民安，如今才发现那棵大树不会在烈日下给你阴凉，反而可能在暴风雨中抛下你自己独撑。而真正值得深交的朋友，也许正是那些与你有着相似信念和处境的国家。台湾就是这样一位朋友，虽无正式邦交，却有道义相挺；虽远在东亚，却息息相关。在最艰难的时刻，台湾选择站在了以色列一边，这种雪中送炭的义气深深打动了以色列，也终于让以色列下定决心迈出外交转向的一大步。以色列国会过半议员力挺台湾，政府高层默许友台互动，标志着以台关系打破了长期僵局，进入前所未有的新阶段。这对台湾来说意义非凡。长久以来，台湾在国际上处境艰难，许多国家基于现实利益不敢与台湾走太近。但现在，以色列这样在全球具相当影响力的国家，勇敢地冲破禁忌，向台湾伸出友谊之手，不仅直接助力台湾拓展国际空间，也会对其他国家起到示范作用。或许未来会有更多民主国家效法以色列，加强与台湾的实质关系，乃至于在国际组织为台湾仗义直言。台湾常年努力经营民主同盟、价值伙伴的外交思路，在此刻得到了最生动的回报。当然，我们也要保持冷静来看待未来的发展。短期内，以色列仍会谨慎拿捏与中国的关系，毕竟双边正式外交和经贸联系仍在，而且中东局势复杂，以色列不可能一下子与北京交恶。然而大势所趋已非常明显，北京在以色列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大不如前，而台湾的重要性日益上升。从前以色列的一句俗语是，听美国的话，拿中国的钱。
未来他们或许要加上一句交台湾的友。在全球民主与威权对抗日趋激烈的今天，国与国之间的联盟正在按照价值观重新组合。以色列选择更亲近台湾，正是一个缩影，代表着民主国家开始抛却旧有顾忌，团结对抗威权扩张。这对中华民国台湾来说是一个重大契机，更是多年坚持理念外交的成果。回望这段历程，真可谓风云突变，戏剧性十足。从一开始以色列拼命讨好中共，到最终国会集体倒向台湾，中间经历了无数现实与道德的抉择。那场凄风苦雨的加萨战争俨然成了催化剂，把以色列从幻梦中惊醒，推向了外交政策的转折点。而台湾以自己的坚定和善意，赢得了以色列由衷的尊敬与友谊。有人形容台湾和以色列是大卫与大卫的惺惺相惜，两个远隔万里的小国都曾在巨人阴影下苦撑，但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而是选择携手并肩，互相支援。未来，台湾与以色列很可能会有更多精彩的合作篇章，从科技创新、商贸投资到网络安全、防空军事，两国都有巨大的合作潜力。如果说以前台湾外交是孤军奋战，那么如今则是英雄终有用武之地，知音终于在远方出现。对北京而言，这无疑是一记响亮的耳光和沉重的警讯。你以威逼利诱筑起的外交围堵墙，正被一道道民主友谊的光芒所击破。总之，以色列国会力挺台湾这件事，绝非单一的意外事件，而是国际局势变化的缩影。它象征着台湾外交迎来了划时代的破局时刻，也象征着民主阵营的团结在深化。过去我们常说雪中送炭见真情，这一次以色列在台湾最需要支持的时候伸出了援手，两国的友谊因此升华。在不久的将来，或许我们会看到更多惊喜，也许是台湾和以色列签署新的合作协议，也许是哪天以色列官员公开访台再也不是新闻，甚至有朝一日以色列带头号召更多国家接纳台湾进入国际组织，都不是不可能的远景。这一切都让人充满期待。正如圣经所言，朋友乃时常亲爱，弟兄为患难而生。台湾与以色列这对相隔万里的民主兄弟，在各自经历患难之后，终于重新找到了彼此。往后的日子，他们将在自由与生存的道路上相互扶持。而对阻挡在前的强权而言，这无疑将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一场新的历史篇章正徐徐展开，我们有理由相信，小国也能创造奇迹，正义终将战胜巨人。台湾外交的史诗级突破才刚刚开始，让我们拭目以待。今天我们来聊聊 IPAC 最近通过的一项重磅宣言。这项宣言正式承认台湾是独立政权，等于向全世界宣告，台湾事实上已经是一个独立自主的政治实体。消息一出，北京方面立刻气炸，台海局势瞬间变得更加紧张。为什么这份宣言让北京如此暴跳如雷？这背后又代表着什么国际风向的转变呢？首先，我们先介绍一下 IPAC 是什么来头。IPAC 的全名是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成立于2020年，最初由多国国会议员共同发起。它被视为一个抗中大平台，目前涵盖了全球40个国家的国会或议会，集结约300名跨党派的现任议员。这些成员多半对北京的专制扩张持强硬立场，当中不乏知名的政坛人物与人权斗士，例如美国、英国、日本、欧洲多国的国会议员都名列其中。IPAC 成立的宗旨很明确，就是联合民主国家力量，共同对抗中共在国际上的威权影响，捍卫普世价值与人权。在过去几年里， IPAC 针对新疆人权、西藏自由、香港民主以及供应链去中化等议题都发声力挺，而台湾议题更是 IPAC 关注的焦点之一。值得一提的是，台湾直到2024年才正式加入 IPAC 成为会员。自此之后，挺台抗中在这个国际平台上成为显学，讨论度大幅提升。今年 IPAC 在欧洲举行的年度峰会，就邀请到台湾的副总统萧美琴亲赴会场发表专题演讲，堪称外交上的一大突破。由此可见，台湾问题如今在国际间已经获得前所未有的重视。
IPEC 共同创办人兼执行长裴伦德曾经说过一句话，发人深省：台湾问题已不再是美中之间的问题，而是世界各国自己的国内政治问题。这意味着全世界越来越多国家的政府和人民都将台海局势视为攸关自身利益的议题。毕竟台湾有事就是世界有事，这不再只是一句口号，而正在成为民主国家的共识。从欧洲议会、美国国会到亚洲多国的民意代表，大家纷纷认识到，如果让北京得逞，吞并台湾，全球的和平秩序都将受到冲击。所以，各国领袖在谈论印太安全时，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已经是绕不开的重点。在这样的国际氛围下， IPEC 于2025年11月初在布鲁塞尔召开了年度峰会，并且高调通过了一份关于台湾海峡维持现状的宣言。不要小看维持现状这几个字， IPEC 这次可是把它的内涵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多年来，台海现状常被各方引用，却往往各说各话，语带玄机。例如，北京口中的现状指的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而在民主阵营看来，现状是台湾目前保持高度自治，不受北京统治。过去这种模糊空间或许让各方暂时维持表面和平，但也埋下了认知落差的地雷。如今 IPEC 索性挑明了说，到底什么才是台海的现状？宣言内容特别列举了几条标准，非常关键。根据这份布鲁塞尔峰会通过的维持现状宣言，台海现状包含以下几个要点：台湾拥有并正在行使自己的独立治理权。换句话说，台湾有自己的政府，由台湾人民透过民主选举产生管理台湾自己的内政外交。这本来就是铁一般的事实。中华民国政府在台湾行使主权管辖超过70年，台湾早已是一个事实上的独立政权。IPEC 强调，这就是现状。台湾有权对自己的边境、领空与领海进行管控，例如谁可以入境，哪些船舰飞机能通过，完全由台湾当局决定。这同样强调了台湾主权运作的事实。任何阻止台湾执行边境管控的行为，都等同于破坏现状。台湾有权采取措施维持正常的经济运作，保护自己的社会免受恶意的政治干预。比如说，台湾可以自行制定经济政策，维持金融稳定，也可以防范外来势力渗透颠覆。如果有人企图用政治手段干预台湾社会，迫使台湾经济崩乱，那也是对现状的破坏。台湾可以与其他国家建立实质关系，注意，这里用词是实质关系，也就是说，不管有没有正式外交承认，各国都不应被禁止和台湾发展各种往来与合作，这包含官方互访、贸易往来、文化交流，甚至安全伙伴关系。IPEC 特别点明，北京长期以来打压台湾的国际空间，威胁他国不得与台湾交往，这种行径严重破坏了台海现状。其他国家也有权在不受中国干预的情况下，自由地与台湾往来，这点是上述原则的另一面。不仅台湾主动交朋友的权利不能被剥夺，别的国家想跟台湾互动也不该被拦阻。北京最爱动辄跳出来警告他国不要与台湾发生任何官方往来等等。但 IPEC 明确表示，你中国管不着，各国完全可以自由决定要怎么跟台湾交往，北京无权干涉。这等于是在国际礼仪上打脸了北京长年以来对各国的胁迫惯例。台湾的前途必须由台湾人民自己决定，任何政治安排都要获得台湾民众的同意。这句话可说是一锤定音，直接点出了两岸问题的核心。台湾的命运只能由台湾2300万人民说了算。宣言强调，透过强迫或恐吓手段逼迫台湾接受任何未经台湾公民或其民选代表同意的政治安排，都算是对现状的破坏。直白来说，就是反对中国以武力或其他胁迫方式迫使台湾统一，因为那将是不被台湾人民接受的强制改变，当然背离现状。看完以上几点，聪明的你一定发现了 IPEC 口中的现状就是台湾已经事实独立。他们等于把一直羞答答不明说的话摊开，讲了台湾现在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政治实体，只是国号叫中华民国，尚未以台湾共和国之名被广泛承认而已。但无论名称为何，台湾拥有自己治理的政府，这就是目前的现状。
任何企图否定或破坏这个现状的动作，不论是军事入侵、经济封锁、外交孤立还是统战欺压，都应该被视为挑衅。更重要的是，国际社会应该做出对等的反制来吓阻侵略者。IPEC 在宣言中呼吁各民主国家尽速制定共同战略，一旦北京敢采取升高局势的动作，就要让它付出巨大政治与经济代价。这已经不是某一国单打独斗的问题，而是集体安全的课题。试想，当各国把对台威胁视为对整个自由世界秩序的威胁，就意味着北京若妄动干戈，将面对的不只是台湾单独的反抗，而是全球民主阵营的联合反制。从外交谴责、经济制裁，一直到更强硬的援助行动，都可能同步出现。这正是 IPEC 试图传达给北京的讯号。别以为欺负台湾没有成本，全世界都在看着，一旦你破坏现状，就准备承担沉重后果。这份宣言一公布，立刻引发各方强烈反应。首先，台湾政府对此表示由衷欢迎与肯定。台湾外交部在第一时间回应说，感谢国际友人勇于发声，强调维护台海现状已是国际共识之一部分。台湾方面当然乐见各国更加挺身捍卫台湾的民主现状，毕竟台湾人民一直坚持着不挑衅、不冒进的态度，维持现状就是最大公约数。现在连国际议会联盟都用行动确认台湾的主权地位，对台湾来说可说是一剂强心针，也是在外交上多年努力开花结果的体现。然而，北京当局的反应就完全是另一个画风了。对中共来说， IPEC 的这份宣言无异于在国际舞台狠狠打了他一记耳光。北京最害怕听到的词就是台湾独立，而 IPEC 偏偏公开承认了台湾独立治理的正当性。于是我们可以想象，北京气急败坏的跳脚抗议的场景几乎是瞬间发生。果不其然，中国外交部和官媒随即发声明强烈谴责，照例他们会祭出那套老调，坚决反对任何国际势力干涉中国内政，所谓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时，中共还扣帽子地痛批 IPEC 是反华分子的小集团，声称这些国会议员抱着冷战思维，企图以台制华，他们一定会再次重申一个中国原则，宣称这才是国际关系的基础和台海真正的现状。对此，北京官方可能更恼羞成怒的是， IPEC 戳破了他常年宣传的谎言。中国一直试图向全球洗脑。197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第2758号决议文确立了北京代表中国的席位，所以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得到国际承认。实际上，越来越多国家已经点出重点，那项联合国决议根本没有处理台湾的主权归属问题，更没有授权北京管辖台湾。IPEC 早在去年就通过声明强调2758决议不涉台湾，这次更进一步，干脆把台湾现状等同独立政权的观点写进了国际宣言中，等于告诉北京别再扭曲国际法了，台湾从来就不属于你中国。这番打脸难怪会让北京当场气炸。我们不妨回顾一下中共对台湾定位的说辞。北京老调重弹，所谓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并且一口咬定这是两岸现状。但很讽刺的是，中共口口声声要维持的现状，正是台湾人民无法接受的虚构现状。事实摆在眼前，台北有总统府，台湾选举自己的总统和国会，北京从未统治台湾，哪怕一天，中共却硬要全世界相信台湾是中国神圣领土。长期以来，多数国家基于一种外交模糊而不去戳破这层窗户纸。然而，真实现状终究只有一个，台湾已经分别于中国。IPEC 这次等于集体承认了这个事实。北京当局当然惶恐，一旦国际社会广泛接受了这种明确现状观，中共未来就更难以在所谓统一大业上自圆其说，甚至可能削弱他动武的借口。北京除了口头抗议，未来还可能采取哪些报复动作呢？可以预见的包括外交层面，中国可能向参与 IPEC 的国家提出严正交涉，要求他们政府与这些议员切割，甚至可能召见多国驻华大使示威一番。但由于 IPAC 成员来自数十国，很难逐一施压。有些民主国家的政府本身就支持议员做法，北京反而自取其辱。宣传层面，中国官媒大概率会开足火力，大骂 IPEC 不得人心，干涉内政，
挑衅底线之类，同时继续对内灌输全世界都承认台湾是中国一部分，只有几个反华议员在跳的论调。然而事实真是如此吗？其实国际风向正在迅速转变，越来越多民主国家的政要公然挺台，挑战北京的话语权。我们看到近年来美国议长、欧洲各国高层接连访问台湾，日本政界人士也频频放话表示台湾有事等同日本有事。这些趋势都显示北京想垄断对台主权叙事越来越力不从心。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欧洲态度的转变。以往欧洲在台海问题上相对低调，但近几年因为目睹香港自由凋零、乌克兰饱受侵略等事件，开始警觉到中共对台野心的危险性。例如2023年，捷克新任总统公开称台湾是独立国家，立陶宛更顶住压力，让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以台湾之名成立。这些突破都让中国暴跳如雷，却又无可奈何。而 IPEC 在欧洲的扩张反映出欧洲民意正同步觉醒。这次峰会正是在欧洲议会举办，欧洲多国议员联署力挺台湾，象征意义重大。宣言还特别提到各国政府应评估台海危机可能带来的经济风险并公开结果，这就是敦促大家未雨绸缪，别等战争爆发才手足无措。在军事上，美国、日本等早已加强在第一岛链的部署和演习，为的就是防范台海突发事态。可以说，自由世界正在多层面构筑一道防卫网，目标直指中国可能的冒险行为。说到这里，你可能会问，难道国际间真的越来越承认台湾是主权国家了吗？过去几十年里，台湾的正式邦交国数量不增反减，目前剩下13-14个小国，和梵蒂冈还维持与中华民国的官方关系。然而，我们不能只看名义上的邦交，还要看到实质上的承认与合作。随着中共的威胁扩大，如今许多国家虽然口头上仍遵循一中政策，却在实际作为上大幅提升与台湾的往来层级。例如，美国不仅有台湾关系法保障对台安全承诺，近年更通过台湾旅行法、台湾政策法等，鼓励高层互访，军事经援也是史无前例的提升。欧盟与台湾之间也开始进行半官方的政治对话，多国国会通过友台决议支持台湾加入国际组织。就连过去相对保守的亚洲邻国，如南韩、菲律宾等，也逐渐公开讨论台海安全，并强调不允许以武力单方面改变现状。这些趋势难道不正是对台湾主权时态的某种承认吗？或许他们还没正式给台湾一张国际承认的门票，但已经默默地把台湾当成正常国家在对待。于是，中国就变成全球舞台上一个有点尴尬的存在。他极力孤立台湾，却发现自己反而日益被西方民主圈孤立。在国际民意场域里，中共鼓吹的台湾属中国，只剩下自己唱独角戏，自我陶醉罢了。再说回 IPEC 本身，中国其实对 IPEC 恨之入骨，视它为眼中钉。在中共眼里，这群集合各国民选代表的联盟，比某个单一国家政府更难对付，因为这些议员来自不同国家的不同党派，他们不受北京直接控制，各自的言论还受到民主制度保障。北京最多只能向他们所在国的政府施压，要求管管你们的议员，但民主国家的政府岂能随便钳制议员发声？这就是中共最头痛的地方。所以北京试图透过其他手段来削弱 IPEC 的影响力。裴伦德就透露过一件事，中国的压力已导致 IPEC 失去3个国家会员。哪3国呢？原来是非洲的马拉维、甘比亚和南太平洋的所罗门群岛。这几国本来也有议员参与 IPEC， 但中国当局威胁利诱其政府，硬是逼得这些议员退群。例如，据说北京扬言，若马拉维议员不退出 IPEC， 就取消该国总统的访中行程。对所罗门更是直接要求该国政府让议员退群，并发表支持一中原则的声明。最后，所国的 IPEC 议员被迫走了一个，只剩下1位还在坚持为台湾发声。由此可见，中共为了阻挠各国挺台，不惜使出各种招数，包括挖外交墙角、金援施压、造谣抹黑等等。没错，造谣抹黑的戏码也在上演。就在这次 IPAC 峰会后，网络上突然冒出一则耸人听闻的假消息，声称台湾花了80亿欧元巨资贿赂
才换得副总统在欧洲议会演讲的机会，这完全是无稽之谈。但显然背后有人精心操弄。IPAC 方面随即出面辟谣，澄清台湾政府根本没有拿钱赞助 IPAC， 这种说法纯属抹黑。几乎可以肯定，这类谣言就是中共或亲中势力故意放出的，目的在离间台湾与国际友人的互信，同时削弱这次外交突破的正面意义。所幸谣言很快被戳破，也再次印证了中共舆论战的阴险。总体而言， IPAC 的重磅宣言以及随之引发的交锋，象征着国际社会在台湾定位问题上进入新局面。过去大家习惯模糊处理的敏感话题，如今越来越被摊在阳光下谈。虽然各国政府未必立刻改变官方立场，但从立法机构和民间舆论开始，已有强大声音要求对北京说真话、讲原则。这种由下而上的压力终将影响各国政策走向。可以预见，未来会有更多国会、国际组织加入类似 IPAC 的行列，把挺台湾当作一种政治正确和价值宣示。对台湾而言，这当然是正向发展，也许有朝一日真的能累积足够的国际支持，突破正式承认的最后关卡。不过，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北京在国际上碰壁，可能转而把怒火发泄在台海周边的军事挑衅上。例如，近期共机共建扰台已成常态，每当国际上有挺台动作，北京就喜欢以实弹军演、环岛巡航来武吓台湾。今年以来，从美国对台军售、新任总统出访过境美国，到欧洲议员访台，只要出现所谓挑战红线的事件，中共几乎都会有所反应。可以想见， IPAC 这个宣言更让他们如鲠在喉。接下来不排除解放军再找借口在台海或台湾周边大动作演练，一方面恐吓台湾人民，另一方面对内宣传维护统一决心。这种以武拒统的气氛恐怕暂时难以消退。但从另一角度看，正因为自由世界的联合声明让北京如此恼怒，也说明他的确打到了7寸。中共最不愿看到的局面，正是全球形成挺台防中的统一战线。现在这个趋势已经萌芽，中共当局自然急了。在70多年前的国共内战结束时，谁能想到台湾海峡的争端会延宕至今，并演变成今日这般牵动全球的格局。冷战时期，台湾问题是中美之间的角力。冷战后好长一段时间，很多国家对台海局势抱持事不关己的态度。但历史走到今天，台湾这座自由的小岛已经成为民主与威权在亚洲对抗的最前线。台海不再只是两岸的事，而是世界的事。IPAC 的宣言正是这个大趋势的缩影。它昭告天下，自由民主阵营不仅看见了台湾的存在，也愿意为守护台湾这颗亚洲明珠而采取行动。当然，这距离实质改变国际关系现状还有很多关卡，但至少冰封已久的现实正被一点点撼动。最后，我们不禁要问，未来会怎么发展？ IPAC 已经抛砖引玉，各国政府会跟进采纳这些原则吗？会不会有朝一日，主要国家干脆承认中华民国政府或台湾国的主权地位？北京届时又将如何反应？这一连串问题的答案目前仍在未定之天。然而可以确定的是，暧昧的外交词令将越来越遮不住事实的轮廓。当真相被更多人接受，勇气也会随之增长。或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看到更多突破想象的场景，例如民主国家联盟公开宣布保护台湾安全的机制成型，又或者台湾以观察员或成员身份进入更多国际组织，甚至可能有那么一天，一些国家不再闪烁其词，而是在国际场合直称台湾为国家。如果真到了那一步，北京将面临严峻的抉择，是继续闭目塞听，把头埋在沙里拒绝承认现实，还是铤而走险做出激烈举动？希望理性最终能占上风，毕竟动武没有赢家，只会招致全球更一致的反对。总而言之， IPAC 这项重磅宣言的意义在于团结自由世界，共同确认并维护台湾既有的独立地位。它不是在改变现状，而是告诉大家什么才是真正的现状。对台湾而言，这无疑是一大振奋人心的国际里程碑；对北京而言，则是不折不扣的警讯与打击。历史的巨轮已经转动，未来的剧本正在书写。台湾人民所坚守的民主与自由，正获得越来越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声援。我们将拭目以待，
这股集体力量能否最终化解战争风险，维持台海长久的和平稳定？正如那句话所说，台湾有事，世界有事。现在世界真的行动起来了，我们也期盼有一天，北京当局能够清醒认识到这点，放弃对台湾的威吓，与台湾人民寻求和平共存之道。但在那之前，国际挺台声浪只会越来越强，而台湾将继续勇敢地站在风浪中，守护自己的家园，也守护着自由文明在亚洲的一盏灯火。让我们为这座小岛和所有支持它的伙伴们送上最诚挚的祝福与掌声。今天我们要聊聊台湾版铁穹是否即将问世，以及北京的威胁是不是正被当作空气般无视。同时，以色列国会有72名议员集体力挺台湾，让北京颜面尽失，喊出台湾我们挺定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台湾的防空盾牌计划如何牵动国际局势？让我们一同深入探讨其中的曲折离奇。首先，什么是铁穹？简单来说，铁穹是以色列研发的一种飞弹防御系统，专门用来拦截短程火箭弹和炮弹。想象夜空中突然出现无数道明亮的弹迹，那不是流星雨，而是铁穹发射的拦截飞弹在半空引爆来袭火箭所形成的壮观场景。2011年左右，铁穹系统正式部署，几度在加萨冲突中大放异彩。当哈马斯民兵朝以色列城镇发射火箭弹时，铁穹雷达瞬间捕捉轨迹，计算落点，如果判定会威胁民居，就立即发射塔米尔拦截飞弹，迎头拦截。在2012年、2014年的加萨冲突中，铁穹拦截率据称高达90%，有效保护了平民免受火箭袭击。可以说，铁穹这两字在当时家喻户晓，仿佛为以色列百姓撑起了一把安全的保护伞。然而，这把保护伞也不是毫无极限。每枚塔米尔拦截弹造价约5万美元，拦下一枚简易火箭往往要发射2枚拦截弹。当敌方齐射大量火箭时，铁穹面临巨大的压力，不仅要确保计算机瞬时分辨哪些火箭会落在人群，哪些将落空地，还得有足够的拦截弹快速补位。一旦火箭与超过拦截弹的库存或同时来袭，方向过于分散，就有可能出现漏网之鱼。事实上，过去几年的冲突中，以色列也曾有过拦截系统一度告急，必须紧急调配增援弹药的状况。有几次哈马斯或其他武装团体齐射上千枚火箭，以色列虽然拦下大多数，但仍有少数落入城市，造成伤亡。铁穹的神话在现实战争中被逼近极限，提醒着人们，再精密的防御也需要面对弹药耗尽和战术饱和的挑战。以上是中东战场上的故事，但让我们转个视角，看看远东的台湾以及北京和以色列之间微妙的态度变化。2023年10月，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了震惊世界的袭击，大批火箭弹漫天飞舞，武装分子甚至突袭边境城镇。在那场危机中，以色列依然依赖铁穹系统防御空袭，同时全国进入战争状态。然而，这一次国际政治的角力却出乎意料地影响了日后台湾与以色列的关系。当时，北京当局对这场冲突的反应令许多以色列人侧目。中国不但未明确谴责哈马斯的恐怖攻击，反而一味呼吁各方克制，并很快与俄罗斯一道呼吁停火，对以色列的处境缺乏同情。更令耶路撒冷失望的是，北京多年以来和伊朗关系密切，而伊朗正是哈马斯幕后最大的军火资助者之一。在以色列人看来，中共政权在这次事件中的立场偏向了自己的敌对阵营。这种感受在以色列内部发酵，成了地缘政治格局转变的催化剂之一。长久以来，以色列虽然和台湾没有正式邦交，但也和中国保持经贸往来，在政治上小心翼翼，避免触怒北京。毕竟中国是个庞大的市场，又掌握一个中国原则的话语权。然而哈马斯冲突后，以色列各界逐渐认清，在生死存亡的战争时刻，北京并未站在文明世界谴责恐怖主义的一边。相反地，中国与以色列死对头伊朗的军事合作却日益加深。这些迹象让以色列对北京的幻想彻底破灭。不少以色列人开始质疑过去对中国的谄媚和顾忌是否值得。既然北京无意与以色列真正站在一起，
以色列又何必再对中国的感受畏首畏尾？与此同时，台湾在哈马斯冲突期间的表现，则赢得了以色列社会的好感。当以色列遭遇袭击时，台湾政府和民间第一时间表达了对以色列的谴责、恐攻与支持慰问。台北101大楼亮起以色列国旗灯光，台湾外交部公开声援以色列自卫权利，台湾民众也通过网络向以色列人民传递关怀。虽然台湾远在东亚，没有直接介入中东事务的能力，但这份道义上的声援令以色列颇为感动。毕竟在那困难时刻，能明确支持以色列的亚洲国家并不多。台湾的友善态度和北京的冷漠形成鲜明对比，这也悄悄为台以关系埋下转机的种子。时间快转到2025年仲夏，一个前所未见的举动震动了国际外交圈。7月下旬，以色列国会又称克尼瑟特，超过一半的议员，跨越11个政党，联名发表了一份前所未有的亲台声明。120席的国会中，竟有72位议员联署。这份共同声明由国会友台小组主席波阿兹·杜博斯基牵头，包含多位副议长在内，执政联盟和在野党议员纷纷签名支持。声明直言不讳地指出，台湾长期以来遭受国际组织系统性排除，包括在世界卫生组织、国际民航组织、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等都被排除在外。这种对台湾的不公平待遇毫无正当性，且极不负责任。声明赞扬台湾在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如2019冠状病毒疾病疫情期间展现的卓越能力，以及台湾对其他国家的积极协助，强调国际社会应正视台湾有意义参与国际组织的必要。这封以色列国会跨党派声明一经发布，台湾举国振奋。台湾外交部对以色列国会首次不分党派地发出坚定挺台声音，表达诚挚感谢。要知道，过去许多年里，即使有如美国、日本在官方场合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时，也多有顾忌措辞。然而以色列这回等于是立场鲜明地告诉世界，排挤台湾是不对的，以色列支持台湾走向国际。这种直白而有力的声援，在以色列外交史上是第一次，对台湾来说则是一剂强心针。为什么以色列国会突然有如此大的动作力挺台湾？这背后既有价值观因素，也有现实考量。价值观上，以色列与台湾同为民主政体，人民珍视自由与生命。在目睹台湾在国际场合被中国打压多年后，以色列议员终于选择站出来表达不满，他们认为不能再对霸凌行径沉默。此外，现实层面如前文所述，哈马斯战争的经历令以色列看清中国与自己利益并不一致，那么自然也就少了替中国顾虑的必要。正如有评论所言，当全世界最会算计生存法则的犹太人都决定不再对共产党客气，这释放的信号格外引人深思。以色列此举无疑是对北京的一记响亮耳光。过去你威吓全球孤立台湾，但如今连曾经对你恭敬有加的以色列人也公然不甩你的脸色了。北京当然对以色列国会的联署恼羞成怒，中国外交部和驻以色列大使馆很快透过官方和非官方管道表达严重关切和不满，重申一个中国原则不可挑战。特别是在稍后台以关系持续升温之际，北京更使出了战狼式的威吓语言。2025年9月，以色列国会友台小组主席杜博斯基率领访问团前往台北，受到了台湾总统的高规格接见，这已经是以色列多年来罕见的对台高层互动。紧接着不久，以色列多家军工企业破天荒地现身台北的国防工业展览会，睽违24年再度高调参展，展示先进的国防科技。这一系列举动令北京勃然大怒。中国驻以色列大使馆在社群媒体发文，点名痛斥杜博斯基是麻烦制造者，放话威胁他和以色列若继续一意孤行，将会粉身碎骨。这种措辞之狠，仿佛黑道大哥放话，连外交辞令的面纱都撕了下来。然而，此等恐吓在以色列几乎没人买账。以色列媒体对中国使馆的失态言论多有嘲讽，网民也挖苦道：我们犹太人连亡国灭族都经历过，还怕你嘴上的威胁吗？杜博斯基本人更没有因此退缩半步，他回国后继续在国会为台湾发声，强调民主国家应该团结对抗威权霸凌。
北京的怒吼最终沦为一阵空洞的回声，除了取笑自己脸都气绿了之外，对以色列政府或民间的态度毫无影响。如果说过去各国多少还会顾及中国发火，如今以色列的反应则显示出一种新的常态，北京的威胁真的被当成空气一样了。这种局面的出现放在几年前是难以想象的。回想早先，以色列其实曾非常在意中国的看法，甚至有过配合北京的记录。例如，以色列过去很少高调谈论台湾，对达赖喇嘛访问也冷处理，就是为了讨好中国。然而国际风云变幻，终已关系到了2025年，已经今非昔比。除了前述的哈马斯事件导火索外，其实美国在幕后的影响也不可忽视。美国长期以来是以色列最大盟友与军援来源，但也对以中走近感到忧心。过去华府曾多次介入阻止以色列对中国的军事技术出口，例如1990年代以色列研发的先进预警机差点卖给中国，最后在美国施压下告吹。又如2000年代以色列出售无人机给中国触怒美方，导致乙方官员引咎辞职。如今美国看见以色列在中国靠向伊朗、俄罗斯后态度转硬，自然乐见其成，甚至很可能在背后默许，甚至促成以台之间更多合作。可以说，以色列某种程度上已经脱缰，不再受制于对北京的忌惮，而这匹中东野马的走向正悄悄朝台湾靠拢。让我们把目光转回台湾本身。今年台湾最大的国防热词之一就是台湾之盾 T-Dome， 这个被媒体戏称为台版铁穹的计划正式浮上台面，是在2025年10月的双十国庆演说上。新任台湾总统赖清德在国庆谈话中郑重宣示，台湾将加速打造台湾之盾，建构分层防御、高度感知、有效拦截的严密防空系统。对于熟悉军事的人而言，这番话几乎明白无误地透露出台湾决心发展属于自己的类似铁穹的防空网，要让敌人的飞弹火箭来再多也能一一拦下，不再像1996年那样对着共军飞弹只能干瞪眼。消息一出，全台湾舆论一片热议，支持者欢欣鼓舞，仿佛看见未来有一道看不见的屏障护卫着岛上的人民。有军事专家指出，台湾常年受解放军飞弹威胁，早该发展主动防御，如今终于等到政府大力投入，实在可喜可贺。特别是2022年俄乌战争以来，各国都目睹乌克兰城市遭受飞弹、无人机洗礼的惨况，对防空的重要性感同身受。台湾之盾计划无疑正合时宜。然而，也有质疑的声音，有人担心台湾财力有限，建立全面的飞弹防御网需要庞大经费，会不会排挤其他军备建设？还有人指出，中国飞弹数量世界第一，质疑就算建了台版铁穹，真打起来拦得完吗？这些疑问其实都切中了要害。台版铁穹将面对比以色列艰巨得多的挑战，无怪乎需要全盘深思。赖总统在演说中并未详细说明台湾之盾的技术细节，但稍后军方和相关专家的一些谈话让我们得以拼凑出这套系统的蓝图。首先，可以确定的是，台湾并非要复制一模一样的以色列铁穹，而是要建立全空层，涵盖高、中、低空的分层防空能力。这意味着，从高层的大气层边缘拦截弹道飞弹，到中层拦截巡弋飞弹与战机，乃至低层拦截火箭弹和无人机，都要有相应的拦截武器和雷达感测器。换句话说，台湾版防空网将比铁穹更复杂、更庞大。事实上，台湾早已有部分分层防空基础，例如高空有美制爱国者3型飞弹拦截、短程弹道飞弹，中空有国造天宫3型防空飞弹对付敌机与巡弋飞弹，低空也部署一些野战防空飞弹和高射炮。但这些系统原本各自为政，由空军、陆军、防空部队分别运作，信息共享和指挥链整合上存在断层。台湾之盾的一大目标就是要打通三军防空系统的任督二脉，形成从感测到射击的一体化直管通情报网络。据传，国内负责研发的中山科学研究院已和美国诺斯洛普格鲁曼公司签署合作备忘录，引进美军最新的整合式防空飞弹战斗指挥系统 IBCS。IBCS
可将各种不同雷达发射单元串联成共同作战图像，哪个雷达先发现目标都无所谓，大家看到的是同一个战场画面，最近的火力单元可立即接战。这种感测器到射手高度融合的理念，正是以色列近年多层防御系统成功的关键之一。除了指挥系统的大脑升级，台湾也在快速研制和部署新的防空拦截武器，其中最受瞩目的是被称为强攻的天弓4型飞弹，这是中科院自主研发的新一代中远程防空飞弹，拦截高度可达70公里，被视为专门针对中共东风系列弹道飞弹而生。有趣的是，军事圈有人发现，强攻1型、天弓4，无论是设计理念还是功能定位，都与以色列的剑2型 Arrow 2反弹道飞弹系统惊人的相似。剑2由以色列航太工业公司联合美国波音公司研制，用于拦截高层弹道目标，而天弓4的角色如出一辙。再考虑到波音公司目前也正密切参与台湾防空合作计划，难免让人联想其中是否有技术上的融会贯通。更令人惊喜的是，据报道，天弓4型还会有后续改良的强攻2型，分 A、B 两种弹体。A 型拦截高度直指100公里， B 型射程更预计达1000公里之谱，几乎可说兼具防空与地对地反制能力。国防部已斥资预定了122套强攻系统，准备部署在全台各地重要目标周边，筑起弹道飞弹防御网。当然，中低空层面的威胁也不容忽视。解放军若对台动武，不光会发射东风弹道飞弹，还可能以巡弋飞弹、长程多管火箭、无人机蜂群铺天盖地袭来。这些目标飞行高度较低，速度各异，拦截它们需要更机动、更密集的火力。为此，台湾正向美国采购国家先进防空飞弹系统 NASAMS， 这种由陆基改装的中程防空飞弹，可加强野战机动防空。而对付低空慢速的小型无人机，台湾也开发了激光炮、防空炮车等反无人机装备。可以预见，未来台湾领空的防御将像一张密不透风的蜘蛛网，不论敌方来的是快如闪电的极音速飞弹，还是慢如浮游的小型无人机，都希望能拦截下来。这正是台湾之盾的终极愿景，多层次、多目标的全面防御。在台湾总统宣布台湾之盾计划的同时，一场神秘的访问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进一步透露出台以合作的端倪。2025年12月中旬，路透社独家披露，台湾外交部政务次长吴志忠已于近周秘密出访以色列。消息人士透露，此行低调保密，没有对外公布。正是由于其中涉及台以之间可能开展的防务合作，虽然吴志忠会晤了哪些乙方人士，讨论哪些内容未对外揭露，但外界普遍猜测，焦点离不开台湾新推出的多层防空系统 T-Dome。 毕竟这套系统部分仿照以色列经验，而台湾迫切需要向拥有丰富拦截实战经验的以色列取经。台湾外交部对此新闻既没有证实也没有否认，只是回应说，台湾与以色列共享自由民主价值，双方在科技与国防方面确实有互动和相互学习。一语既出，更引发外界无限遐想。很明显，台以之间的军事技术交流已经悄然展开，而且可能早在这之前就已经有所酝酿。证据之一是，同样在哈马斯战争后的2023年底，时任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就曾公开表示，在科技和国防方面，台湾和以色列之间存在相互学习和一些互动。他还特别提到，就如同台湾提出了 T-Dome 计划，以色列也有铁穹计划。这番话几乎等于向外界暗示，台湾打算借鉴以色列的铁穹经验，而以色列方面也愿意分享一些 know-how。 有记者问及中国可能的反应，林部长当时不以为然地笑道，台湾提出防空盾不是针对和平善意的国家，只是为了防范威胁，我相信国际社会都理解。至于中国，我们可以想见，他当然气得跳脚。果不其然，中国驻以色列使馆在吴志忠密访传闻曝光后的例行记者会上，马上跳出来严正抗议，声称中方已向以方提出交涉，敦促以色列恪守一中原则，不得与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甚至酸言酸语地表示，
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哪来的什么官外交部夫，试图以老调重弹来羞辱台湾。然而，以色列官方对中方的指责几乎置若罔闻。耶路撒冷外交圈私下透露，以色列政府当然在口头上重申对一中政策的承诺，但同时也强调以色列有权自行决定与台湾进行非官方交流，这不违背一中原则。换句话说，以色列婉拒了中国的无理要求。从这里我们看到，北京的叫嚣再一次变得无足轻重。台以之间的防务合作尽管不会昭然若揭地摆上台面，但蛛丝马迹早已可循。除了前述天宫飞弹与剑2的英雄所见略同外，还有台湾的剑翔无人机令人玩味。剑翔是一种巡飞弹，借由无人机技术的自杀无人机，专门用来猎杀敌方雷达或装甲目标。它首次亮相时，就有人惊呼，这不就是缩小版的以色列哈洛普无人机吗？哈洛普是以色列著名的巡飞弹无人机，在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战争中曾大出风头。台湾剑翔无人机无论外形、作战概念都和哈洛普极为接近。一些外媒推测，台湾可能透过第三方获取了以色列的相关技术。有趣的是，哈洛普无人机当初可是卖给了中国一批，用于解放军演习呢。历史真有讽刺意味。过去以色列企业为了收益，曾一度向中国提供某些军事装备，结果这些年在美国压力下逐渐终止。而现在，以色列反过来可能在帮助台湾提高战力，弥补过去默许中国军备进步的某种过错。一位淡江大学研究以色列问题的教授莫少白就指出，以色列官员永远不会公开承认，但企业层级的合作确实可能存在。这意味着，虽然台以没有邦交，官方上不会有军事同盟，但透过商业公司技术交流，台湾完全有机会得到以色列宝贵的防空经验和技术支持。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在此扮演的角色颇为关键。美国作为铁穹系统的主要资助者之一，对该技术的第三方转让享有发言权。先前有传闻称，美国陆军也曾购买少量铁穹系统进行测试，因此技术上美方对铁穹非常了解。如果以色列想协助台湾打造类似系统，势必要取得美国的点头。而如先前所分析，现阶段美国应该乐见其成，毕竟台湾强化防空就等于削弱中国飞弹威慑，美国在印太安全上压力减轻，何况以色列如今对中共也没有好感，华府正好顺水推舟，促成民主同盟的合作。据消息人士透露，美方可能透过外国军事融资或技术咨询，默许台湾引进部分以色列技术，例如先进的主动相位阵列雷达、小型拦截飞弹技术等等，未来都可能出现在台湾之盾的架构中。聊了这么多合作与计划，我们不免要问最终的一个关键问题，就算台湾版铁穹顺利建成，真的挡得住共军如雨倾泻的飞弹火箭吗？这一问题犹如几十年前在以色列内部也出现过的争论翻版。当年以色列研发铁穹时，就有人反对，认为面对成千上万简易火箭，用高科技拦截是成本倒挂，不如直接报复打击发射源头。然而以色列最终证明铁穹的价值，生命无价，只要能减少伤亡，再贵的拦截都是值得的。同理，台湾面对的是全世界最大、最复杂的飞弹威胁之一，没有任何系统能保证100%拦截，但多拦一枚，就可能少一处校园被炸，少一群无辜平民伤亡。从这个角度看，建立防空盾势在必行。台湾不能因为对手飞弹多就放弃抵抗，而是要让对手每发一枚飞弹都冒着白白浪费的风险，让他们的饱和攻击计划变得没那么可怕。不过冷静来说，台版铁穹未来确实有诸多难题需要克服。第一是数量上的悬殊，中国火箭炮和飞弹储备以数千计，台湾拦截弹无论生产还是采购都不可能达到对方弹药库那样的数量。这意味着台湾之盾必须更精打细算。例如，铁穹系统有个聪明之处，就是透过软件判断来袭弹道的落点。如果计算发现那颗火箭弹会落在海里或田野，根本不拦，节省拦截弹。台湾未来也需要类似智慧判断，以有限资源应对无限弹雨。第二是成本问题，以昂贵打便宜难以持久。比如用数百万元的新式防空飞弹去拦截几万元人民币的小型无人机，显然不划算。
因此，台湾之盾也许得发展多层次火力配置，该用机炮打的用机炮，该用飞弹拦的再用飞弹，不让牛刀去杀鸡。甚至像雷射这种弹药成本几乎为零的新技术也值得期待。第三，则是全天候和密集部署。台湾幅员不大，但要全面防御又必须考虑全境布点，尤其关键都会区和战略设施周边肯定是重中之重。未来我们或许会看到台北、高雄附近布满各式雷达天线与发射架，24小时戒备。然而人力的负荷、系统误判的风险也会随之升高，需要以人工智慧辅助减轻压力。这些都将是台湾军方和研发单位努力的方向。谈到这里，也许有人心生感慨，台湾的处境何其像几十年前的以色列，四面楚歌，敌军压境，只能发愤图强，研发本国的防御武器。然而正如以色列人屡次化险为夷般，台湾也有潜力创造自己的奇迹。以色列空军曾在1982年贝卡谷地空战中创下82-0的惊世纪录，82架敌机被击落，己方零损失，靠的就是电子战和防空网络的先进整合。这种以小博大的传奇正在激励着台湾军民。有军事作家激情地写道，我们要打造出让敌人崩牙的钢铁之盾，意指只要台湾之盾部署完成，敌人就算万箭齐发，也只能自碰钉子。崩牙，这画面让人想到狼牙咬在铁板上，碎裂四溅，或许正是对那些叫嚣要让别人粉身碎骨者最幽默的回敬。台湾版铁穹不仅仅是军事项目，它象征的还是民主阵营之间日益紧密的合作和信任。回顾这段时间，从美国、日本到欧洲，以至于如今的以色列，世界各地的民主国家都在以不同方式向台湾伸出援手。他们有的是军售，有的是外交声援，有的是议会友好访问，目标都是为了在威权扩张的阴影下守护台湾这座自由的灯塔。而台湾之盾的构想和实现，更像是一面凝聚多国智慧与决心的共同之盾。它凝结了美国的科技、以色列的经验、台湾本身的创新，以及所有支持台湾的人的心血。反观北京当局，或许还沉浸在昔日呼风唤雨的迷思中，认为只要几句不准、警告就能让别国退缩。但现实已经给出答案，在以色列议会72位民意代表面前，这些恫吓变得如同笑话。在台湾人民坚定自强的决心面前，武吓只会让对岸更孤立。中国曾经以为全世界都离不开自己的市场和金钱，但当他试图要挟一个又一个国家切断与台湾的连结时，发现情况正在改变。以色列议员们用行动表明，公平与良知比起经济压力更加重要。北京的威胁最终只能吹散在自由世界团结意志的风中。综合来看，台湾版铁穹的问世已在路上，台湾和以色列的互动让这个梦想更趋现实。北京的威胁此刻看来声大而力微，仿佛一只纸老虎在怒吼，却奈何不了满天飞舞的盾牌碎片。当72位以色列议员豪迈宣告台湾我们挺定了，当台湾工程师夜以继日地研制拦截飞弹，当美国与友邦默默点头允诺支援，我们见证的是历史在转弯，民主国家正携手筑起联合的长城。未来的某一天，如果台海局势再度紧张，我们或许将看到这样的场景：解放军数百枚飞弹呼啸而来，台湾防空警报大作。但不同于过去，人们只能惊慌祈祷，如今一枚枚拦截飞弹冲天而起，在半空中开出火花般的璀璨花朵，炸碎敌人的利剑。是的，或许无法拦下全部，仍会有残存的冲击波让岛屿震动，但那时的台湾人将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更从容坚定，因为他们头顶有了一片守护的铁穹，身后更有无数盟友的支持。这面钢铁之盾既是武器，也是信念，告诉世界自由绝不向暴力低头。台湾版铁穹是否真的万无一失？当然，没有天衣无缝的盾，也没有攻不破的矛。然而，胜败从不只取决于冷冰冰的装备数字，更关键的是人心与意志。当北京的威胁被视若无睹，当自由阵营卷起袖子说我们一定挺你，这份团结本身就已经是最坚固的防御。从人类历史看，任何霸权都不可能永远凌驾正义之上。台湾之盾的逐步成型，正标志着
以弱制强的新篇章。昔日大众怀疑7万年前渺小的人类何以能战胜猛兽生存下来，而如今世人将见证地缘政治弱势的一方如何凝聚众志，筑起保命之墙。让我们拭目以待那一天的到来。台湾头顶的铁穹密布，远方的威胁弹道在云层中炸成烟火，而自由的曙光穿透硝烟，依旧照耀这片土地。那时，所有挺身而出的朋友都将与台湾人民共享胜利的喜悦。北京的威胁声或许还在回响，但早已如空谷足音，转瞬即逝。在这场正义与威权的对决中，台湾和支持他的伙伴们正在用行动表明，盾已在手，敌虽万千无往矣。